老大，今晚吃大餐，没问题。有人，又是突厥马贼！哼，竟敢在我们的地盘闹事！干活！快抓住这个小娘子！细皮嫩肉的，她身边有那么多护卫，身份肯定不简单。抓住她，弟兄们一起加油！我有洁癖，让我先来。本公主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上一个垫背。他手中是什么武器？哼，穿越这么久，第一次见到这么水灵的姑娘。上一次还是在我那遥远的故乡。检测到宿主拥有帝王之姿，就是系统绑定成功。穿越地点：大周皇朝，请宿主在60天内将你需要的一切收入纳戒中。这是要我穿越到大周王朝，平乱世一统天下？这东西就是纳戒？那还等什么？零元购不对，是战略储备，启动。这些全部打包。老大，这次收获还不错，最大的宝贝在眼前呢。多谢诸位出手相救。谢，你谢早了，小美人。我这儿规矩简单，救了人，命就是我的。我正缺个压寨夫人暖被窝，就你了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你这胸大肌如此浮夸，挡都挡不住。这么水灵、细皮嫩肉的，定是大家闺秀。乖乖跟我回寨子，保你吃香喝辣。你这般无视大周律法，就不怕受罚吗？什么狗屁大周律法，在我的地盘，我就是天王老子。突厥可汗来了，我也照样干。老大，这就帮你把他绑回寨子。放开他，我自己来。美人，坐稳了，咱们回家。嘴上说着宁死不从，还不是老老实实跟着我回寨子？这么快就想通了？才没有，我是被你胁迫的。他身上的火气若能为朝廷所用，可此人言行粗野，毫无礼法。这稻谷怎么如此茂盛充盈，珠穗饱满，远胜官田？没见过吧？这叫杂交水稻。何谓杂交水稻？简单来说，抗病的水稻和高产的水稻杂交出抗病高产的水稻。农耕之事，竟有这般深奥说法？废话，就好比现在，我呢是山匪，你是富家女子，咱俩凑一块儿，那就是富得流油的山匪。你，哈哈哈哈哈！叫！甲胄精良，队列肃整，这真是山匪。包子，高子，刚出锅的包子。寨主，为何他们会对你如此尊敬？我不过是让他们顿顿白面馒头配咸菜烧肉而已。如今大周灾情不断，饿殍遍野，百姓能喝上一口稀粥已是万幸。这小小山寨竟能……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老大，我们先去把马安顿好。去吧。这哪是什么山寨，更像是世外桃源。那就留下来，当我的压寨夫人。你想都别想。
这可由不得你，在我的地盘，你就是我的人。哟吼！你要娶我可以，必须明媒正娶。这么说，你是同意了？抱歉，我太久没见过像你这般水灵的姑娘，压抑了。刚才是有些粗鲁了。哼，登徒子，等我父皇找到这儿来，我定要报仇雪恨，把你吊起来当陀螺抽。此物是何妖术？电子密码锁。小爱同学，给老子打开空调。跟我来。看好了，往右调是热水，往左调是冷水，还有这些是洗漱用品。这又是何物？竟能如此精准调控温度。用不用我手把手教你调水温？我这人最热心了。不需要，把门关上。哦。想不到今天会发生这么多事，突厥人竟敢……我是叫你出去，然后再把门关上。我知道你受惊了，正是需要我的时候。出去过来。解渴的。正值夏日，怎会有冰块？那玩意儿造出来的。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你从哪里弄来的？都是从我故乡带来的。你的故乡究竟是何地？竟有如此神奇之处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既然给了我这个牛马穿越的机会，必须先把余额充满。请张张嘴，眨眨眼。反正都要穿越了，不如来一波大的。不说了，那是我不堪回首的往事。小鱼，他突厥竟敢动我的邀月，你立刻撰写讨伐突厥的檄文，此战必须踏平突厥王诏。陛下息怒，攻打突厥切不可操之过急。如今邀月公主下落不明，恰恰证明还有一线生机。若此然出兵，恐公主会有危险啊！陛下，探子来报，清风镇外的山寨发现公主的踪迹，公主似乎是被山匪绑架了。山匪很好，先是突厥，再是山匪，区区山匪竟敢动朕的邀月，他们这是自寻死路。李景武，你立即点几个兵，随朕出发，踏平这山寨。几个兵够吗？要不要把那3000禁卫军全带上？愚蠢！你打突厥打怕了，一个小小的山匪也用得着如此兴师动众？是啊，我难道真的被突厥人打怕了吗？区区几个土匪。正好，朕的剑也许久未饮血了，朕要亲自冲锋打头阵。全是奇物，沈晨，你这寨主真会享福。享福？这样的舒适生活很快就没有了。这是为何？大周将亡，乱世来临，战火四起，何处独善其身？什么？大周将亡？何以见得？老大，有人率兵攻打山寨，看那阵仗来头不小啊！攻打山寨是突厥马贼？来者都是汉人，似乎是官兵。汉人？难道是父皇？父皇终于来了，太好了！姓沈的，本公主要将你吊起来打。老规矩，都留活口。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来惹老子。是。你笑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们赶快去看看吧。哟，你还挺积极的，不愧是我的压寨夫人。哟呵，有不长眼的人扰了我们山寨的宁静，大伙儿说我们该怎么做？全都拿下！全都拿下！真是父皇，还有镇国大将军李景武。
沈兄不可，那可是……无妨，我们在这看好戏即可。不自量力的家伙，你面对的可是郑国大将军。等父皇将你拿下，那火器的图纸便是我们的了。那山匪小子竟然拉着西月的小手，朕要将他碎尸万段！该死，他竟敢拉着我未来儿媳妇的小手！区区山匪，放下武器投降，老夫可以饶你们一命。你们放下武器投降，老子也可以饶你们一命。你很好，你成功激怒我了，给我杀！把这些不知死活的山匪统统杀光！我的眼睛，我看不见了！这是什么妖术？冲啊！为了寨主，干趴他们！结束战斗也太嫩了点儿。老大，全都解决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他们可都是大周的精锐呀！我大周最强精锐，更有战神李景武坐镇，竟在眨眼之间被团灭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你说电棍啊，也是我故乡的产物，只可惜这已经是我能买到最好的武器了，再往上就买不到了。老实趴着，等我们老大发落。两位好好配合，可免皮肉之苦。你可知我是谁？竟敢对我这般无礼！哼，我管你是谁，老子照样电！爹，爹，原来是老丈人啊，误会了。哎呦，电的有点狠了，还带静电呢。他总不会是你亲人了吧？来人，给我往死里电！原来也是自己人，那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谁跟你是一家人啊？徐月，给他们2人解棒。西月，你还好吗？他们有没有？爹，女儿没事，是沈兄出手从突厥马匪手中救下我，要不是他，女儿可就危险了。你没事就好。小子沈晨见过老丈人。老丈人，你小子胡说什么？爹，沈兄他是在开玩笑。念在是你救了我女儿的份上，我可以对你今日所作所为记老不究。不打不相识，请伯父一步到我家中做客。这是何物？竟如此坚硬平整。陛下，这细盐晶莹剔透，有问题。宫中也未曾见过如此精细的盐。寨主，新鲜的牛肉，您尝尝。牛肉，此子竟在农耕时期宰杀耕牛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这肉串滑嫩爽口，你用的什么盐？矿盐。矿盐可是有毒的。山匪就是山匪，竟然拿矿盐当食用盐，愚昧无知。大惊小怪，矿盐经过寨主的过滤，早已无毒无害了。打包30串，样样来一点。好嘞。不等着吗？无需等待，会有人专程送至家中。送至家中，竟如此便捷？你小子在这山寨中倒是像个土皇帝。土皇帝，要当就当真皇帝。这大周的天下，迟早是我的。陛下，这到处都是他们的人，动起手来是我们吃亏呀。朕只恨没多带点人来。这是何物？竟会自己打开？爹，此物名为电子密码锁，输入正确密码，大门就会自动打开。伯父，请。你平日里威风惯了，却栽在区区山匪之手，我养你何用？还不如养条狗。老爷教训的是。伯父，我这山寨平日连飞鸟都拒之门外，你可知我为何放你们进来？我听西月说，伯父行商南北，富可敌国。我这个人呢，向来喜欢交朋友，
特别是伯父这样的富商。商人，他竟不知西月是公主，如此也好，先瞒着他，看看他到底想耍什么花样。在下李家李成，家中产业遍布天下。伯父，您似乎对我有很大意见啊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子什么心思，你眼睛就没离开过我女儿。那就不瞒伯父，西月已决定留在山寨，给我当压寨夫人。我什么时候答应的？迟早的事儿。你区山匪，胆敢取公，取李兄嫡女！嫡女？看来伯父并非一般商人，而是士族啊！你救我女儿有功，我自会给你赏赐，但别妄想娶我女儿。伯父身份尊贵，又有遍布大江南北的家族产业，认为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山匪，不配娶你女儿，合情合理。可是伯父有没有想过，倘若有那么一天，李家产业灰飞烟灭，一夜化为乌有呢？到时候你那些产业，在我眼里，狗屁都不是。灰飞烟灭，一夜化为乌有，你这是何意？都是一家人，小子斗胆告诫伯父一句：居安思危。哦，居安思危。国家安定才有产业，若国家摇摇欲坠，那所谓的产业也就是一盘散沙，随时被一阵风吹散。哼，大周强盛，万邦朝拜，虽有突厥祸乱，但不足为惧，又谈何一盘散沙？又岂会被一阵风吹散？你这山匪懂什么国家大事？那我要说，大周将亡呢。呵呵，不出几年，这大周的江山就会易主，到时候你们这些所谓的士族、商人，都将沦为阶下囚。小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这妄言亡国论！妄言！如今突厥那帮杂碎在大周境内横行霸道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苦不堪言。天灾人祸频繁不断，百姓如活在炼狱之中。可那大周皇帝呢？不问世事，无所作为，昏庸无能，朝廷文臣皆是酒囊饭袋，军中将领更是有勇无谋，更有奸臣当道，横征暴敛，各地商贩伺机大肆敛财，这就是历代亡国最直接的迹象。我看这大周啊，离灭亡不远了。你闭嘴！这不过是你意图造反的借口罢了，别在这巧言厉刺，蛊惑人心。陛下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先忍一时。这小子虽为山匪，却言辞犀利，见解独到，非同凡响，或是大才。你私养重兵，打造甲胄武器，明明就是试图造反，还敢在这儿狡辩！大周将亡，乱世来临，谁也不能独善其身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这天下从不是谁的天下，这皇位也从不是谁的皇位。谁有本事，谁就能坐上去。好，很好，你小子倒是胆子够大，口气也不小。那伯父私养死士又有何意图？为了自保罢了。伯父乃士族，产业遍布天下，真的只为自保？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何不敞开说？有些话要有足够的资格才配听。你一个小小的土匪，拿什么抵御朝廷大军？况且你是以土匪的身份造反，就算你成功了，你也不得人心。哼！老大，王知府前来拜访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沈老弟，家中有客人呐。王老哥有要事？这些精锐身上的甲胄，竟比皇家御用还要高级。承蒙沈老弟照顾，这些是老哥的一点心意，还望沈老弟不要嫌弃。好，过几日老弟我再找王老哥喝酒，咱俩不醉不归。看到没？他们身上的甲胄便出自我手，这可是朝廷也无法拥有的精锐军队。就算这些精锐以一敌百，也攻不破长安城的城墙。长安城墙坚不可摧，岂是你这些乌合之众能轻易攻破的？攻不破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理只在炮城之内。我天哪！这东西竟然是铁造的，这么大一坨铁，得费多少功夫啊！这该如何使用，又有何用？小子，这就是你最大的底牌，我看也不过如此嘛。别以为弄几个铁疙瘩就能吓唬住人。底牌，不过只是冰山一角的小玩意儿罢了。开炮！
这还只是最初版，且只有5发炮弹。这5发就足以炸碎长安城的城墙了。伯父，事到如今，我有没有足够的资格上桌？上桌？你这是何意？伯父产业遍布大江南北，既有金钱又有私兵，只要我们合作，必定能让我们更上一层楼。他日我若建立新朝，黄袍加身，定为伯父封侯。封侯站在你面前的可是大周皇帝啊！沈兄，慎言啊！怕什么？我可说的大实话。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，我当皇帝，你就是皇后。这小子似乎有很大的秘密，而且手段狠辣，野心勃勃，朕要好好套一套他的话。可我并不认为大周会亡，你不过是在危言耸听罢了。呵呵，只要有大周皇帝在，大周必亡。何出此言？突厥内乱，此乃最佳北伐时机。可大周竟不敢出兵北伐，更有薛延陀日益强盛，虎视眈眈。大周皇帝善行仁政，从未收刮民脂民膏，或使大周国库空虚，北伐虚财虚粮，实乃有心无力呀！有心无力，善行仁政，都是笑话。不作为就是这世间最大的腐败。南涝北旱，天灾人祸频繁不断，奸臣当道，横征暴敛，各地商贩伺机大粟敛财，百姓苦不堪言，灾民尸横遍野。这就是大周皇帝不作为导致的。原本我还以为他只能做个守城之君，现在看来他连城都守不住。你不过是逞口舌之能罢了。倘若你坐上那皇位，同样要面对如此困境，难不成你已有破局之解？看来伯父已经动心了，只不过还在权衡利弊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你看看我沈晨如何破此局。北伐一事直接跳过。沈兄，为何要跳过？这北伐可是大事啊！朝廷那些文臣一个个酒囊饭袋，除了在朝堂上争权夺利、唧唧歪歪，能干出啥实事？军中将领更是有勇无谋的草包，就他们还想北伐？去给突厥送人头还差不多。大周有战神李景武，战无不胜，区区突厥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根本不足为惧。大周战神李景武，盲无定见的毛头小子罢了。就连我也能一只手将其吊打。你说什么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跟大周战神比较？你谁啊？我提他关你屁事啊！反应这么大做什么？老夫以前是从军的军人。你说能吊打大周战神？来，我俩先过过招。你确定？来啊！你是不是怂了？所以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没法跟你们讲道理。老夫我也曾横刀立马斩突厥，驰骋沙场，意气风发。李老哥，我不要，谢谢。你看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轻佻浮躁，我个人认为啊，还是踏实一点比较好。李老哥，哎呀，你看看你。先不说外患，现如今这大周千疮百孔，这才是最大的问题。区大周内忧困境，轻而易举，可从赈灾破局。赈灾？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奸臣当道，横征暴敛，把老百姓都搜刮得差不多了，在地方宛如土皇帝，这还如何赈灾？难不成变出粮食来？先有民心，才有未来。至于奸臣，全杀了便是。全杀了？这得杀多少人呢？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不把这些毒瘤铲除，这大周永远好不了。可国库空虚，没有余粮赈灾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各地那些商贩趁着国难发横心财，那就对他们动刀。只需同时派遣暗军秘密前往各地，探明各地情况后，同时出手收缴粮食，进而屯部赈灾。暗军在全国各地同时出手，既能打一个出其不意，让各地商贩无力反抗，又能通过赈灾收拢民心，以民心压制商贩的暴动，这计策妙啊！一点就通，你还不错。我堂堂大周宰相，竟因这小子的夸赞而沾沾自喜。伯父，此计如何？
这雷霆手段，或许唯有你这样的山匪才能想得出来。如此一来，伯父心中是否已有答案？是跟我合作，还是继续观望？我要斟酌考虑一下。今日你救我女儿，他日我定厚礼登门，就此别过。想走？我可没说你们可以走了，还是住下吧。你这是何意？笑话！你们都已经知晓我要谋反，我岂能这么轻易放你走？你要如何？要走可以，叫你嫡长子过来跟你换，我手中至少要有一个人质吧。陛下，可以写信让太子殿下带人前来围剿了这土匪窝。拿纸跟笔来。朕是不是真的老了？连这大周的天下都快守不住了。陛下何出此言？您依旧正值风华，大周有您这样的明君，定能重焕生机。如今大周破败不堪，摇摇欲坠，朕却无所作为，毫无建树，放任突厥祸乱边境，任由奸臣暴敛，南涝北旱，灾祸连连，百姓苦难，灾民流亡，这一切皆是因朕的不作为。陛下，老臣认为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沈晨那小子的计策是毒药，也是解药，只要施行得当，就能破局。请陛下狠下心来，把那些奸臣贼子、贪官污劣统统铲除，还大周一个朗朗乾坤。这个天下需要一场血来清洗。陛下，臣有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直说。沈晨试图造反，虽只是小小山匪，但出自他手的精良甲胄，能致人晕厥倒地的奇怪武器，以及那门威力巨大无比的大炮，这可都是威胁呀！没错，此子有勇有谋，若是成长起来，必定是个祸害。还请陛下趁早做定夺。可他是个难得一遇的人才，并且他造反的根本原因就是大周要亡。若是大周安然无恙，他或许便不会造反。就怕养虎为患呐！此事不可在意，朕自有打算。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沈晨，你现在放了我父亲，不然就不好收场了。不好收场？区区一个商贾，就算你父亲是突厥大可汗，我也敢盘了他。哼！我既然想做这天下的皇帝，就绝不畏惧谁，哪怕是大周皇帝。可他就是大周的皇帝啊！等皇兄带兵来，那可就没法收场了。哼！伯父，这是写好书信，做好决定了？严武，这就把信送出去，不可耽搁。是。都这个时辰了，父皇怎么还没带着小妹回来？难不成是出事了？殿下，有我爹在，大可放心。太子殿下，陛下的信。区区山匪，竟敢囚禁父皇！山匪囚禁陛下，坏了，这山匪该不会是沈老弟吧？山匪，这怎么可能？定是这山匪过于狡诈，父皇和镇国将军才会栽了跟头。宗文，你立即点几个兵，随本太子出发，踏平这山寨。殿下，几个兵够吗？要不要把那3000禁卫军全都带上？愚蠢！你打突厥打怕了，区区几个山匪用得着如此兴师动众？是。我难道真的被突厥人打怕了？区区几个山匪罢了。正好，本太子的剑也许久未饮血了，我要亲自冲锋打头阵。奇怪，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伯父，这是染了风寒，那正好。严厉，老大有何吩咐？备上等牛肉、羊肉，今晚涮火锅。等大舅哥到来，
我在尽地主之谊，总不能让娘家人空着肚子回去。是。哼，什么娘家人？既然伯父不领情，那我也不好强求。西月，你喜欢酒吗？沈晨，你现在放了我父亲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这酒，走，咱俩到屋内好好品尝这美酒。我得在皇兄带兵来之前，劝说他放了父皇离开，否则要酿成大祸。大胆狂徒，竟敢亵渎我的宝贝女儿！不行，我要去与他拼命！陛下不可，再忍一忍，忍！你们两个废物，我的女儿都要被贼人玷污了。陛下，这是禁卫铁骑，太子殿下来了。来得好，我儿总算来了。等拿下这伙山匪，朕必定重重有赏。陛下，趁机逼他交出火器甲胄、制盐之法，我大周国力必将暴涨。还不够，必须要他把那些农耕技术，还有培育种子的方法也交出来。还有，朕要狠狠揍他一顿，出气。准了，下手重点。老大，不好了！寨子外来了一群官兵，他们身穿甲胄，像是朝廷的禁卫军。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朝廷的禁卫军来这儿做什么？莫非是我的事情败露了？皇兄竟来得如此之快，这下糟了。哼！老丈人，你得意什么？莫非外面的兵马与你有关？老大，朝廷的禁卫军处理起来会很麻烦啊。与我无关，定是你小子蓄意谋反。大周的铁骑收你来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倒要会一会这大周的铁骑。还敢如此狂妄！等下你这破山寨就会被大周的铁骑踏平。就这么点人，严厉，你下次看清楚点儿，这也叫大周禁军？这逆子怎么就只带这一点人啊？这画面我怎么好像刚看过？坏了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！谁是这山寨的头子？出来受死！哦，是吗？你就是这山寨的头子？不错，你这小小的山匪，竟敢囚禁我父！切儿！原来父皇并未暴露身份，这倒也是。堂堂大周皇帝竟被山匪囚禁，这要传出去，岂不如让天下耻笑？小子，你罪大恶极，竟敢辱我父亲！看来我这小舅子脾气还挺冲啊。沈晨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山匪，远远不及我儿。我儿李乾上过战场，杀过突厥，立过军功，所以伯父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大舅哥留下当人质。不错。什么？让我留在这山寨当人质？小子，你当真是狂妄至极！我5岁练剑，6岁练枪，10岁骑射，13岁便随将军征战沙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哟呵，你不服？哼！沈晨，你敢不敢与我儿1对1单挑？乐意至极。你不就是仗着这破棍子？要没他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有种堂堂正正和我儿比一场！好，这赌约我应了。这小子总算上套了。太子殿下，乃大周年轻一辈最强者，没了歪门邪道的沈晨，不足为惧。沈晨，天黑了，刀枪无眼，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怎么，你怕黑啊？怕黑现在就赶紧回家去吧。
我儿上战场杀敌多年，夜中奇袭沙场破敌，这天一暗，视线有限，你这寻常人怕不是连路都看不清了。等下要输了，可别说我不留情面。狂妄！废话少说，来战！我手中这把银枪名为闪银枪。闪银枪，好名字！看来你的枪法以快著称。我手中这把剑，乃是我立下赫赫军功、皇帝御赐的破霄剑，而我的剑法以狠准著称，所向披靡，无人能敌。接下来我这一招，你可要睁大眼睛看好了。哼！我的眼睛！一点寒芒先到，随后枪出如龙。这是何物？无耻！无耻小人，竟用如此卑劣的武器！这要是败了，本公主岂不是要留在这里，给他当压寨夫人？你败了。李乾，你败了。你胜之不武！我以手中闪银枪正面击败你，是你技不如人，何来胜之不武？伯父，这场比武可还满意？是否服气？沈晨，你无耻至极，竟使用如此下作手段！哪里无耻？我只答应不用电棍，可没说不用其他的东西。更何况你也没老实交换人质啊！陛下，冷静啊！这时候千万不能和沈晨彻底翻脸啊！小子，当真以为无人能收拾得了你吗？大伙都别拦我，我要亲手教训教训这小子！你们不守规矩在先，那我自然没必要守着规矩。哎，爹，别冲动，冷静冷静。赌局已定，你们这是要毁约？你赢了，我等随你处置，愿赌服输。如何处置，我还未想好。晚宴已备好，请各位入座，共讨大事。这山寨真不简单，不只有刚宰杀的牛羊，竟还有新鲜的蔬菜。朕若能够得到沈晨这小子的秘密，这大周的天下定能盛世千年，永垂不朽。这些美食丝毫不逊于宫中啊！父亲，您这是作甚？作甚？我是不是让你派遣3000禁军，结果你这逆子就带了那么丁点人，真是狂妄自大！我这不寻思着区区山匪有何惧哉吗？谁曾想那山匪如此无耻，用什么闪银枪，太阴险狡诈了！愚昧！严厉，把酒拿上。尝尝我故乡的特色毛子。这是何酒？竟如此醇香！只闻酒香，便已足矣啊！一帮没出息的家伙！来来来，一家人喝一杯，今日不醉不归！来！醇香浓郁，好酒。此酒只应天上有。哼，勉勉强强能入口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你我交杯酒后，就是一家人了。小子，我把话放在这儿，你若是以赌约娶我女儿，我绝不答应。哎呀，多谢老丈人提醒，我原本还愁着如何迎娶西月呢。你这简直就是困了送枕头，正中我下怀啊！沈晨，你之前可是答应我要明媒正娶。明媒正娶？可小妹你已有婚约啊！已有婚约？是哪个不长眼的敢跟我抢女人？不过也无妨，反正这天下迟早是我的。
所谓一纸婚约，在我面前，不过是一张废纸罢了。这天下迟早是你的，你要谋反？好在没有暴露身份，不然的话，他直接杀了我们，当场篡位了。沈晨，春秋大业岂是动动嘴就能成的？别在这里大放厥词了。我这不就正要和伯父谈一谈合作，你我联手，大业可成。如今你已知晓我李家家底，而我对你一无所知，如何合作？既然伯父想通了，那就边吃边谈。这牛肉往锅中这么一放，再蘸上酱料，竟能如此美味。此物名为火锅，春夏秋冬四季皆宜，不论荤腥素菜，放入这滚烫的锅中一涮，便是难得的美味佳肴。若是以此物为招牌，开酒楼饭馆，生意定能红红火火，发扬光大。伯父，发扬光大的前提是百姓安居乐业，这大粥不行。你罢了，我不与你争论这些。好酒好肉，快宰快宰！这酒，诸位以为应该卖多少钱合适？老夫嗜酒如命，走南闯北，喝过无数美酒，却从未喝过如此香醇的美酒。依我看，此酒一斗10千钱。一斗10千钱，这价钱竟能与醉仙楼的头牌名酒相当了，会不会有些高了？价钱低了，此酒独一无二，一斗100两都不为过。1斗100两，你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啊！小子，你真以为会有人花100两银子买你这酒？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！这民间不缺有钱人，关键是如何把酒卖出去，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掏钱。世人皆知大周国库空虚，是因大周关爱百姓，施行仁政所致。可百姓也没钱，那钱呢？钱都去哪儿了？所以你是打算把这酒卖给那些达官贵族？不错，那些达官贵族腰缠万贯，不差这点钱。此酒虽好，但没有足够的名气。即便是达官显贵，也难以舍得花费100两购买区1斗。打响名气，我已有计策。只要按照我的计划行事，这酒必定能声名远扬。而这酒的酿制，不知伯父有没有兴趣？朕若不与沈晨合作，他也可与他人合作。有话直说，不必拐弯抹角。正如伯父所见，我这寨子虽小，却五脏俱全，甚至与长安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若想成就大业，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，那便是人力物力。所谓钱财，与其收割百姓，让他们苦不堪言，不如劫富济贫，让那些为富不灵者将钱都送上门来。好，说得好！那些达官贵族一个个爱财如命，平日里搜刮民脂民膏。倘若这酒真能让他们出血，何乐不为呢？这么说，伯父是同意合作了？酒虽好，却远远比不上你那能够致人晕厥的棍棒，还有那恐怖的火炮，这才是关键所在。伯父，你还真是贪得无厌啊！既想要酒的利润，又觊觎我的武器装备，你这又是何意？哼！此前我欲造反，伯父却遮遮掩掩，欲拒还迎，始终不肯表明真实态度。现如今，伯父似乎比我还要急于求成，这转变可真快啊！所以，你这是不信任我？没错，现阶段我并未能够看到伯父，也就是李家的实力。这天下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有资格争夺的。这小子越来越狂妄了，难道我这大周皇帝还不够资格？等酿酒仪式完成后，你我再做进一步的合作。如此也好，就依你所言。事关紧要，就此别过。那我就在这山寨中等候伯父的好消息。钱儿，你且留在这山寨中。所以，我真是人质。我堂堂大周太子，竟是父皇用来换取自由的人质。这传出去，我的脸面往哪儿搁？西月，跟我回去，这里不是你该久留的地方。这就舍不得我了？本姑娘才没有，你别自作多情了。你跟伯父回家去，假以时日，我沈晨必定对你李希月明媒正娶，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我。明媒正娶？即便你我合作，共讨大事，我女儿也绝对不可能嫁给你这个土匪头子。
你休要痴心妄想。今日你救我女儿，他日我定厚礼登门。就此别过，别再纠缠我女儿。厚礼就不用了，不如让西月以身相许，当我的压寨夫人吧。打住！这小子是铁了心想拐走我这未来的儿媳妇。严厉，备马车，恭送老丈人。今日一事，两位爱卿有何见解？陛下，臣认为眼下更重要的便是赈灾一事。如今灾情严重，百姓苦不堪言。若不给天下百姓、大周子民一个交代，恐失民心呐！请陛下狠下心来，这个天下需要一场血来清洗。如今朝堂腐败，地方官员贪污成风，唯有以雷霆手段，才能震慑那些心怀不轨之人，还天下一个太平。吏部尚书萧瑜接旨，朕命令你即刻前往各地除奸反腐，以血引雷霆，让那些贪官污劣知道，朕的江山不是他们可以肆意践踏的。臣接旨。兵部尚书李景武接旨，朕命令你立刻选出暗军，派发各地，强征米粮，以军赈灾，务必让百姓有饭吃，有衣穿，稳住民心。臣接旨。老大，李家众人一同入驻灵州城城府。哦，灵州城府有点意思。看来我这老丈人身份不简单啊。唉。微臣王石拜见陛下，是微臣有眼无珠，于山寨中未能认出陛下，请陛下恕罪，臣罪该万死啊！王石，你这知府真是威风啊，竟敢私养重兵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臣并未私养重兵，突厥马贼祸乱灵州城，臣为保灵州城，保灵州城百姓的安危，便从沈臣手中购买甲胄，并让沈臣对城府侍卫操练培养。臣一心护民，绝无反心啊！请陛下明察。绝无反心，很好。朕正好有话要问你。陛下，这身甲胄便是从沈臣手中购买得来的。可否看出此甲胄有何玄妙之处？陛下，此甲胄坚硬无比，但重量却出奇的轻。此物似铁却不是铁，怪哉怪哉！陛下，臣曾对这身甲胄做过测试。寻常的刀枪弓弩根本破不了防，就连陌刀都只能对其造成一丝痕迹，或许唯有弩机才能破其防御。这甲胄竟如此坚韧，若我大周军队都能配备此甲胄，那战斗力必将大幅提升。何愁突厥不灭？当真是奇物！如此精妙绝伦，世间罕见呐！使人晕厥的棍棒，威力巨大无比的火炮，以及这甲胄，更别说他那院子里那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这沈臣难不成是神仙？开炮！沈臣手中还有一把火器，发动攻击时声势浩大，但却无比精准，能一瞬之间击杀敌人，让人防不胜防。手持的火器又是奇物，这等宝贝若能为我大周所用，倘若我大周将士皆穿戴此甲胄，再手持火器，又有火炮破局，定能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。没错，若是如此，区区突厥马贼根本不足为惧，我定要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可陛下，沈臣他一心只想造反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造反？沈老弟竟要造反，那我岂不是
完了完了，彻底完了！王石，臣在。沈晨那小子并不知道朕的真实身份，朕命你不得暴露朕的身份，今后种种细节必须及时上报。臣一定小心谨慎，绝不敢有违陛下旨意。萧玉、李景武，臣在。即日起，除奸反腐，征米赈灾。臣等定不辱使命。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！贪赃枉法，就地格杀！皇帝谕令，征米赈灾，今日就是你们的末日！谢大人，谢大人！陛下，以长安为起点，此次除奸反腐行动如雷霆般迅猛，势如破竹，已取得巨大成效。不少贪官污吏都被揪了出来，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朕万万没想到，只是一个长安城就有如此之多的蛀虫，它们就像吸血虫一样，吸食着百姓的血汗，掏空着大周的根基。那这天下呢？这九州大地呢？还不知有多少这样的蛀虫隐藏在暗处。正如沈臣所说，大周早已千疮百孔，这些蛀虫唯有除尽，才足以平民愤，才能让大周重新焕发生机啊！微臣定竭尽全力，依陛下旨意，彻底清除朝廷中的害群之马，还百姓一个朗朗乾坤。又是场面话，你有话直说，别跟朕绕弯子。长安城此次行动引起轩然大波，各地官员都惶恐不安，深藏不露。此后最难以解决的问题，便是如何让这些有所防备的蛀虫浮出水面，让他们无处遁形。你说这个问题，沈臣有没有办法解决？他鬼点子多，说不定又能想出奇招。沈臣，若是与其交流，那陛下的身份不就暴露了？这恐怕不妥，万一他心怀不轨，对陛下不利。无妨，朕早已想好对策，朕自有分寸，你就不必多虑了。沈臣，酿好的酒都存放在前方的酒庄。看来我与伯父合作，确实是明智之举。那是自然。沈臣，你一直在寨子里，可能有所不知。大周朝廷这几日以举国之力除奸反腐，征米赈灾，这些难民也在陆续得到救助，情况正在慢慢好转。除奸反腐，征米赈灾。沈臣，若是大周不会亡，你是不是就不会反了？我生怕有那么一天，你与父皇兵刃相见。小子，是不是很意外？你该不会以为整个天下就只有你能想出这样的计策吧？普天之下，终有能人异士。我甚至可以这么认为，这个计策并非有你所想，而是你道听途说罢了，不过是个食人牙玉之徒。原来那日你之所见乃是盗窃，山匪就是山匪，终究上不了台面。你们这一唱一和的，还是太着急了。你这是何意？倒打一耙，操之过急了。此计策，我敢与你们相谈，就完全不怕大周朝廷之人所知，更不怕大周皇帝采取此计策。可如此一来，大周内忧得以解决，大周不亡，你还如何反？何以见得大周内忧得以解决？先是除尽害群之马，再是赈灾重获民心，大周的内忧不就迎刃而解了？倘若我说这只是大周内忧其一呢？只是其一，大周内忧还有其二、其三。伯父，人老实话不多，以后这类话题就不要再提了，我怕再来几次就毁了你我的合作。
我以李家全族起誓，我绝对没有将你所说计策泄露出去。小子，跟朕耍小心思，你还嫩了点儿。这个计策可是你当着朕的面提起的，与泄露无关。看来是我误会伯父了。哼，你小子过于浮躁，我不过是试探你，你就翻脸不认人，这我还怎么放心把我女儿交给你？爹，你都没问我同不同意。你别以为你爹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，就这几日茶不思饭不想的，你呀你，小子，朕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你就顺着朕的意愿上钩好吗？就这一次。厉兄，你也没问我同不同意。萧老哥，伯父嫁女还要征得你的同意？这一纸婚约怕是要作废了。现如今大周朝廷，先是除了害群之马，再是赈灾重获民心，天下就此安定。我就问你，你还反不反？反？为何不？你小点声，哪有像你这样大庭广众之下大声谋逆的？就算世人皆知，也只会认为我不过是逞口舌之能罢。小子，我倒要看看，如今这局势，你如何反？到酒廊再谈。哼。虽有差距，但也足够。沈晨，这酒的酿制极其复杂，人力物力成本都远超于市面上最好的酒。你若是卖不出天价，就是亏本的买卖。伯父这是想与我重谈分账？不错，我出钱又出力，这酒的营收，我至少该拿60%、70%、70%。你这山匪竟然还会让步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拿70%。沈晨，你别欺人太甚，你这是坐地起价。沈晨，你这就过分了。我父亲是根据成本与你商谈，而不是漫天要价，你反而如此对待。你们啊，就没一个沉得住气的，我都来不及解释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解释。原本呢，我认为这酒最高也就只能卖个100两1斗，但如今这酒1000金难买，10000金都难求啊！1000金难买，10000金难求。原来你是打着卖酒的名义，继续做你这山匪的勾当，杀人越货呀！买酒搭命，不是都什么跟什么？我画的饼，你们就这么难以下咽吗？沈晨，我们是难以相信，这酒虽好，但也卖不到这个价格啊！你们不可以，别人也不可以，但我可以。大周除奸反腐，征米赈灾，从这儿入手。大周除奸反腐，征米赈灾，从这儿入手。这酒你从一开始就打算卖给达官贵族，美名其曰劫富济贫，原本100两1斗就足够匪夷所思了，他们又凭什么会以1000金甚至10000金买你这酒？这酒呢，问题不在于他们愿不愿意舍不舍得，而是在于我卖不卖。你这小子说的越来越玄乎了。就是，做买卖岂是像你这样动动嘴皮子就能成的？沈晨，你就别藏着掖着了。如今这酒的价格全由我来定，且总会有人迫不得已买单，还得多亏了大周朝廷，还有大周皇帝，是他老人家把这份大礼送到我手上。父皇千算万算，似乎又把自己算进去了。大周以长安城为起点，除奸反腐，各地惶恐。若是我这酒等于免死金牌，那各地贪官奸臣势必争先恐后的抢买。如此一来，这酒是不是由我定价，由我决定卖或不卖了？免死金牌？可这只是一坛美酒，如何让所有人都认为这坛酒就是免死金牌？老大，我知道了。老大，
你是不是要让那皇帝老儿为你代言，将我们的酒称为免死金牌？以酒为免死金牌，引贪官奸臣万金抢购，这似乎确实是一个好计策。难道我这大周宰相连沈晨手下的山匪都不如了？让大周皇帝以这酒为免死金牌，昭告天下，这能行得通吗？沈晨这小子再三试探，该不会早就认出朕的身份了吧？错了，错了，你们又都错了。与大周皇帝合作，确实可以收割贪官奸臣的钱财，可这钱财到了他手中，就不可能再吐出。正如我所说的，是他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送了我一份大礼，那我岂能把这份大礼反手送回去呢？正如我所说的，是他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送了我一份大礼，那我岂能把这份大礼反手送回去呢？哼，若没有大周皇帝点头同意，你这酒凭什么能够让那些贪官奸臣认可？免死金牌不就是空有虚名？刀都架在脖子上了，认不认可也不只是他们说了算，而是我说了算。愿闻其详。很简单，长安城的贪官奸臣都被杀得差不多了，活下来的都是清官好官，皆是只需要在下朝时以大周皇帝的名义将我们的酒免费赠与他们，再通过世人传播以及藏在长安城的探子们的密信，只要传播足够，影响足够，他们不信也只能信。如此一来，贪官奸臣即便只为寻求一丝心安，也甘愿花费天价购买这免死金牌。对了，以大周皇帝的名义将酒赠与清官好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可是欺君之罪？欺君之罪？我沈晨这个人向来不喜欢欠人情，既然大周皇帝送了我一份大礼，那我就回他一份大礼。所以你要七成，是为了将其中一部分上交，以此平怒？啊，上交一部分，这点钱财岂能入大周皇帝的眼睛？能入啊，朕看得上啊。不上交钱财，那你如何解决欺君之罪？长安城动荡，地方惶恐，大周朝廷在地方除奸反腐，势必艰难重重。确实如此，确实如此。你可有计策？所谓欺君之罪，我无需上交钱财，只需上交一份花名册。花名册，我们这酒等于免死金牌，势必有人舍得且愿意花费天价购买。只需将购酒之人列入花名册中，再列出其花费的钱财数额，一并上交。大周杀贪官奸臣，难在于如何找出贪官奸臣。有这花名册在，谁是贪官，谁是奸臣，一目了然。妙啊，妙啊！若此子入朝，我这宰相之位怕是要易主啊！好一个花名册，此计可让一众贪官奸臣如鱼儿愿者上钩般争先恐后的送死。如此一来，你就等同于替大周皇帝查找贪官奸臣，而大周皇帝只需要对着花名册杀人就行。有这花名册在，欺君之罪又有何妨呢？老大，还得是你啊！机操误六，请君入瓮，瓮中捉鳖，环环相扣啊！此计美名其曰钓鱼执法。好一个钓鱼执法！看来我这老头远不如你呀。伯父，现在你还觉得我拿7成不妥吗？你能想出如此妙计，这7成你确实该拿。既然谈妥了，那就开始布局吧。这沈晨又一次给了我一个惊喜，臣自愧不如啊。若沈晨能够放弃造反的念头，那该多好啊！事关紧要，明日便启程返回长安，布局天下。陛下此次雷霆反腐，长安城已血流成河，咱们即便问心无愧，也怕被波及啊！这架势是要血洗朝堂，谁也不敢保证能独善其身。怕就怕陛下杀红了眼，连你我也难逃一死。这朝堂之上，还有谁能幸免呢？陛下有旨，请诸位大臣留步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免礼平身。诸位为大周、为天下百姓日夜操劳，朕心甚慰。今日特赐御酿美酒以表朕意。待天下安定，百姓安居，朕定与诸位共饮此酒，共享盛世。叩谢皇恩，陛下圣明。陛下，沈臣此前所言，大周内忧不止贪腐，此事
无妨，朕自有办法从他口中套出余下计策。酒可醉人，亦可醒事。陛下许共饮，这是认同陛下的认同啊！此酒可保我等性命。有了这酒，我们便无需再担忧陛下的猜忌了。这酒就是免死金牌，持有它便得陛下庇佑。完了完了！长安城杀了这么多贪官，下一个就轮到咱们了。咱们这些年贪的银子够出9族了。逃能逃去哪儿？漠北突厥作乱，南北灾荒不断，竟无咱们藏身之处。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一旦暴露，必死无疑啊！老爷，大事！长安城内所有清官都得了陛下御赐美酒，陛下还说要与众臣共饮。陛下赐酒，还许共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现在活着的都是清官，陛下这时候赐酒，摆明了是这酒就是免死金牌，有了它，咱们就能保命。快，不管花多少钱，立刻把这酒买回来，多少钱都值。是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喽！祖传佳酿美酒，一坛只需100两。有缘酒楼卖酒只卖有缘人，一坛酒100两，抢钱呢！什么有缘人？我看是专宰冤大头。这般定价，真会有人来买？为何不行？我只需把酒摆在这儿，自然有人来买。你看，这不就来人了吗？老板，这酒我买了。王老哥，你怎么也要买这酒啊？沈老弟，你是这酒楼的老板？不错，这酒只能在有缘酒楼买得到。免死金牌酒竟然是沈晨在售卖，100两一坛，给我来一坛。哈哈，王老哥买酒，我这老弟怎能收你的钱呢？白送你了。这不好吧？他就这么白白送给我了。这能像传闻所说那般，持有此酒就能免死？王知府如此急着买酒，莫非心中有鬼？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曾赐此酒于朝中重臣，我也想尝一尝此酒有何不同之处。只是如此，没有其他原因。你也知，我嗜酒如命。这倒也是。不说我都忘了。沈老弟，你这就不对了。你有这等好酒，竟然藏着掖着。好说好说，找个时间你我大喝一场，不醉不归。所以王知府还要买这酒吗？不买了，不买了。伯父，你这就不对了。王老哥就是我的有缘人，这酒我卖了，而且不收1分钱。沈老弟，你别害我呀！这酒我还是不要了吧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这事儿我说了算。那我收下了。王知府买这酒，怕是别有用心啊。这酒哪是什么免死金牌啊，简直就是送死的催命符啊！哼，行了，伯父你就别逗他。王老哥，好走不送。沈晨，别忘了在花名册上记录王知府的名字。那是自然。王老哥，你的酒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不对呀，这免死金牌酒，他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呢？他反应怎么这么大？白送都不要。他跟你熟，自然看穿这酒表面是免死金牌，实则是催命符。这倒也是。客官，买酒吗？没错，就是这酒。100两一坛，能保全家性命，值！冷静点，别惹人注意。给我来3坛酒，我也3坛，我也3坛。待宰的肥羊，自己送上。该死的贪官奸臣！3位抱歉，本店规矩，1人限狗1坛。有钱你不赚，有病啊！我的地盘我定规矩，不接受就请便。你1坛就1坛，保命要紧。而且这钱不够。你说什么？牌子上写着1坛100两，3坛正好300两。刚才是100两，现在涨价了。你这是坐地起价！这我的酒，我想怎么卖就怎么卖。夫君，做生意别意气用事，免得惹麻烦。这声夫君我爱听，看在我娘子的份上，300两就300两，算你们运气好。
这钱你可得拿稳了。怎么还想抢回去？有些钱就怕你有命拿，没命花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好走不送。方才有人买酒，卖出3坛，一坛300两。300两。来了3人，1人1坛。西月，你可认得他们身份？不认识，看着像是地方小官。好大的胆子！寻常小官1年俸禄不过50两，他们一出手便是300两，这些全是民脂民膏。人在哪儿？朕，我定要将他们就地格杀！伯父，不可！有何不可？此等贪官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杀他们可以，只是伯父有把握杀了这3人后，还能独善其身。先杀了再说。伯父，你为何动怒？你这反应不对。爹，花名册上交给大周朝廷之后，这些贪官奸臣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，何须你亲自动手？我一想到大周百姓被这群贪官剥削鱼肉，就一时冲动。伯父你啊，还是这般毛毛躁躁。严武，老大，立刻跟随那3人，查清这3人的府邸官职底细。明白。单靠严武一人能查清楚吗？这你就放心吧，严武可是受过专业的训练，区区小事不值一提。哦，我很好奇，你手底下像严武这样的人还有多少？严武只是我手底下一个小小的掌柜罢了。方才我们与那3个贪官交易的时候，大周各地也同时进行交易。同时进行交易，这大周100余州城，那岂不是意味着沈晨手底下至少有500个像严武这样的精锐？你若再喊我一声夫君，我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。你得寸进尺。早晚的事儿，多叫几声就习惯了。伯父是世家大族，想必结识不少朝中官员。你想做什么？直说无妨。这场风雨还得再添一把火。酒虽有名，但贪官还在观望。毕竟免死金牌只是虚名，没人真信。你想让朝廷反腐的官员去查出买了酒的贪官？没错，而且必须找一个天下公认刚正不阿的官，配合演一场戏。这天下谁人不知大周监察御史陆清为人刚正不阿，为官两袖清风。若伯父能请动他，让他高调查办，却在看到我的酒后当即收手离去，如此一来，天下人便会认定这酒真能保命。到那时，我这酒才能真正卖到千金一坛，万金难求。好，我来安排。微臣陆清叩见陛下。爱卿平身。陛下，请恕微臣有话直说。长安反腐初见成效，正当一鼓作气，除恶务尽。朕召你前来，正是为此。把名册给他。小小县令，竟花300两买一坛酒，贪赃枉法，罪该万死。臣即刻查办，定将他们绳之以法。且慢，朕不是要你侦办他们。陛下，朕要你配合演一出戏。你带兵上门查办，姿态要足，声势要大。但只要他们拿出那坛酒对你示意，你便立刻收兵撤走。陛下，证据确凿，皆是死罪，为何要放？朕就是要让全天下贪官看见，持有此酒，便可不死，哪怕罪当诛九族，也能安然无恙。如此一来，天下贪官必会倾家荡产，抢购这免死金牌酒。陛下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贪官奸臣浮出水面，再一网打尽。原来这免死金牌酒是陛下布下的大局。陛下是要引蛇出洞，让所有贪官自己跳出来，再一网打尽。不错。天下人都知你陆清铁面无私，两袖清风。朕今日升你为侍御史，你在灵州城大张旗鼓查办贪官，声势越大越好，要让全天下确信，这酒真能保命。臣遵旨，定不辱使命。沈臣此计环环相扣，步步杀招。你又要说你不如沈臣了？臣，萧伯父，您还是言重了。我倒没有言重，
反倒是公主似乎对沈晨越来越上心了。我儿也不如沈晨呐。侍御史亲自带队，这阵仗可真威风。那是自然，我爹出面，小事自然办得妥当。奇怪，我记得陆清原本不是侍御史，怎么突然升官了？许是你记错了吧？是吗？不好了，是陆清，陆清来了！陆清，他来灵州城做什么？他现在是侍御史，还带了禁卫军，摆明了是来查我们的。侍御史还带着禁卫军，将府邸四面围住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走。是。臣奉陛下旨意，除奸反腐，查办贪官污吏。你们三人在地方横征暴敛，鱼肉百姓，可知罪。侍御史大人，您到我这里查处贪官奸臣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刘富贵、赵德禄，你们为何在此处？回大人，我与刘富贵和张万才是同乡，时常聚一聚。同乡相聚，为何个个神色惊慌？我等只是同乡叙旧。正好，本官一并将你们拿下，省去奔波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侍御史大人似乎对这酒情有独钟啊！正好大人远道而来，我等更应尽地主之谊，今晚不醉不归，如何？你们这酒，陛下曾言要与天下文武重臣共饮。你这是何意？陆大人奉陛下之命到灵州城除奸反腐，我等见陆大人就如同见陛下，此酒为何喝不得？你们好自为之！大人，闭嘴！成了，有这免死金牌酒在，铁面陆清也得乖乖走人。什么青天御史，在这酒面前就是纸老虎。话虽如此，朝廷已经盯上我们，还是要小心。多虑了，连陆清都动不了我们，这天下除了陛下，谁还敢动咱们？你让陆清演这一场戏，真能把酒炒到千金难求？戏一唱完，做贼心虚的人会疯抢这能保命的东西。到时候我控量一天只卖3-5坛，价格自然飞上天。原来如此，老大，陆清按计划行事，一开始气势十足，一见酒就佯装鸡蛋撤退。那3个贪官已经彻底信了这酒能免死。这陆清戏不错，接下来关门停售。停售？先让他们急，让他们疯，让他们把消息传遍天下，等火候到了，再一网打尽。成了。烟雾，立刻飞鸽传书，全国所有酒摊全部暂停售酒，待命。是。鱼儿该扎堆了。这1个月，朝廷先征米赈灾，再铁血反腐，手段异常凌厉，实在反常。是啊，大周朝廷像是突然换了性子，开窍了一般。慌什么？朝廷越乱，对我们越有利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是怕这场大火最后烧到我们齐家头上。愚蠢！火越旺，我们越能浑水摸鱼。
让你们联络突厥的事儿办得如何？回父亲，已与突厥接上话，但他们狮子大开口，漫天要价，先给点甜头，稳住他们，等利用完再斩草除根。是。一群蠢货！那免死金牌酒明明是骗局，竟还有人抢着花1000金购买，真以为一坛酒能保命，简直自寻死路。查清这酒的主人了吗？回爷爷，此人名为沈晨，是个山匪头子。山匪头子？山匪一夜之间变身酒楼东家，还能掀起这么大风浪，他背后一定有人。继续查。是，爷爷。这酒已经冲击我们齐家的生意，要不要直接砸了有缘酒楼，逼出幕后主使？不必。陆清刚被提拔为侍御史，又正好在灵州城。陆清铁面无私，又有陛下撑腰，灵州城必定血雨临风。等那沈晨的把戏被戳穿，酒楼自然不攻自破。父亲，大事不好！慌什么？难道朝廷又有动作？不是朝廷，是陆清。陆清怎么了？陆清奉命查办张万才、刘富贵、赵德禄3个贪官，证据确凿，却在他们拿出免死金牌酒后，直接撤兵了。什么？这不可能啊！免死金牌酒真保了那3人，这怎么可能？事实就是如此。陆清率领10几个禁卫军包围了张万才的府邸。显然他手中已有十足的证据，势必是要把张万才一网打尽，但却因免死金牌酒被迫将禁卫军撤走，连他也无计可施。陆清被命为侍御史，难不成是皇帝对陆清下达命令，有酒就能免于一死？匪夷所思，当真是匪夷所思。父亲，先别轻举妄动，容我上朝试探风声，再做打算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有缘酒楼背后之人很有可能来自于皇室？不错，沈晨不过是个山匪头子，绝非是他能够布下此局的。此酒首次出现是在夏朝时，皇帝御赐于长安各官，会不会此酒与皇帝有所关系？借御赐之名行钓鱼之事，伺机敛财，更像是内卫的手笔。难道是内卫？此事不可再提，暗中调查即可。是。寨主哥哥叫我们来做什么呀？肯定是寨主赚了大钱，给我们发好吃的。我要你们从此读书识字，学知识，考功名，将来为山寨、为百姓出力。我们是山匪，也能考功名吗？有我在，定保你们平步青云。读书识字，考取功名。由我带他们去吃大餐，今晚烤全羊。寨里这么热闹，发生什么好事了？好事？你们一来，准没好事。哼，你召集这些孩子想干什么？培养小土匪，让他们跟你一样占山为王吧？占山为王？你也太小看我这山寨里的乖孩子了。再过几日，贪官奸臣都杀光了，官职也就空出来了。我要让寨子里的孩子考取功名，入朝为官。你说什么？让他们考取功名，入朝为官？你要让他们考取功名，入朝为官？沈晨，你这是在祸乱朝纲，残害百姓！好你个贼子！没想到你心思如此歹毒。沈晨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们来我山寨就是为了说教。你一心谋反，如今又要安插人手入朝，我们怎能不担心？不劳你们费心，我让孩子们读书做官，为的是天下苍生，不是为了我沈晨一己之私。大周将亡，朝廷有这些孩子在，天下才不会大乱。若大周不会亡呢？若是大周不会亡，那就由他们发光发热便是了。可惜没有这个如果。我说你为何如此言之凿凿，认为大周将亡，原来你的目的在于此。若是朝廷重要官职都是你的人，都听从你的号令，那这大周不可能不亡。你以免死金牌酒为计，献上花名册，让大周除尽贪官奸臣，此举本该名垂千史，却没想到你的所作所为皆是一己私欲。小子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所以你们现在是一致认定大周灭亡出自于我，是吧？那不然呢？朝廷最忌讳结党营私，而你布局天下，让你的人都入朝为官，这可不是结党营私，而是颠覆朝廷。
你这是要架空大周，让大周不攻自破。我沈晨想要这天下，何须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手段？你们的眼睛是瞎了吗？你也知道这是下三滥的手段，可你还是做了，厚颜无耻！这天下，我想要，谁也拦不住。狂妄至极！你们且随我来。接下来你们看到的，就是我逐鹿天下的底气。此处为技术研发部，以打造制作武器装备为主的核心部门。技术研发部，你们现在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。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。看来朕终究还是低估了沈晨真正的实力呀。仅凭眼前这些，我便足以踏平半壁江山。半壁江山？你是说，非要等到大周覆灭你才出兵？不错，这是我的执念。我所谓的谋反，不过是让这天下顺理成章的换一个主人，平乱世，一统天下，这就是我沈晨来到此间的意义。说得好听，谁知道你会不会中途变卦？以你们的眼界，自然不懂我的执念。在你们看来，这天下是大周的天下，这天下子民是大周的子民，但在我眼里，这天下是华夏的天下，这百姓是华夏的子民。华夏的天下，华夏的子民。我之所以等大周亡后而返，是为了不伤及华夏子民；我之所以在大周亡后而返，是为了给所有华夏儿女一个安稳太平的未来。我不必向谁解释，也不需要谁理解。两条路，要么继续跟我合作，要么现在就走，从此互不相干。陛下，臣以为必须与沈晨深度合作。我明白，沈晨，你也不要怪罪我们。我虽只是一个商人，但我也心怀天下。此前与你合作，也是为了这天下的百姓。若你真能让天下苍生远离战乱，安居乐业，与你合作又有何妨？好，伯父有此决心，我很欣慰。接下来你打算如何做？不如坐下来谈，边吃边聊。要掌天下，必先布局于民。你心中已有定计，不妨直说。第一步，造福百姓，收拢民心。李兄为商人，你为山匪，如何造福百姓？如何笼络民心？很简单，盐。严武，把东西带上来。是。这是矿盐。沈晨，你可知矿盐有毒，岂能食用？你想用毒盐害民蒙利？你们看看另一碗，这盐雪白细腻，竟比皇宫御盐还要精纯。无异味，无海盐腥气，这真的是矿盐？你在军中多年，海盐、矿盐都食过，尝一尝不就知道了。陛下，这是要我以身试毒。如何？这盐入口即化，半点苦涩都没有。民间早有矿盐提存之法，但工序繁杂，产量极低，更绝无你这般精细。我的提存之法举世无双，远非民间可比。沈晨，你的意思是矿盐的提存？没错，方法简单，产量巨大，管够天下百姓吃盐。若能如此，这是造福苍生的千秋伟业。你可知朝廷管制盐业，私贩是死罪。死罪？若这盐价人人都买得起，若这盐量足以养活全天下呢，这还是死罪一条吗？更何况这大周没人能定我沈晨的死罪。盐业由朝廷直管，又牵扯世家商贾利益，盘根错节，你打算如何摆平？这不是我该愁的，是伯父该解决的。这点事都办不成，你我也不必合作了。即便如此，怎么可能每个百姓都买得起？就连军中的盐都是天价。大周的海盐20文一斗，我这矿盐一斗只需5文钱。5文？这般定价，你岂不是血本无归？海盐靠海运，运费昂贵；矿盐遍布大周，就地开采，就地炼造，几乎无运费成本。这生意稳赚不赔。他本可凭此富可敌国，却偏偏低价利民。倘若我成为这天下之主，我将不设盐监，不征盐税，不尽私产，盐价只会更低，人人皆可食盐。此等雄心远见，可惜一心要反。别这么看我，我靠盐收民心，民心助我登皇位，这天下自然就是我的。这点盐利和皇位比起来，不值一提。我还以为他一心为民，
原来还是为了造反。果不其然，所谓远见都是为了造反。矿盐生意交给伯父来做，如何？能造福百姓，自然可行。提纯之法全在这里。你竟把如此重器放在这显眼之处，这院子除了我无人能进。收益你拿70%，我只要30%，但商号必须叫沈商矿盐，一言为定。好，这小子还真是心思缜密。你回去立刻收购盐山，从速造盐，时间不多了。时间不多了，这是何意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早点看到大周百姓人人都能吃上一口干净盐。老大，李家一行人已经离开山寨，走了就好，坐下吃，可别浪费了。老大，我有个问题，直说。你把矿盐大权交给李家，岂不是把天下民心都送给他们了？所以接下来该你们忙活了。请老大吩咐。这2个月寨子里已经囤积大量矿盐，你挑选几个信得过的好兄弟，游走于江南，以1斗盐5文钱的价格售卖，商号为沈商矿盐。既然如此，咱们为何不自己全权掌控？咱们这叫花小钱办大事，只要江南百姓先认我沈城的盐，即便李家后来发力，民心也会记在我头上。可李家若是反水呢？他们有能力垄断盐业。你可曾听闻神仙画卷？神仙画卷？那是什么？老大，这小玩意儿和神仙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方才发生的事，这真是神仙手段。有他在，就能证明矿盐技术出自我手。李家若敢反水，我让天下人尽知真相。老大威武！还有，卖盐时留意突厥动向，有情况立刻传书汇报。是。钱儿，父皇有何吩咐？矿盐一事，朕全权交给你督办。儿臣接旨。朕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3个月内，朕要大周百姓人人都能吃上无毒井盐。儿臣定当不辱使命。父皇，儿臣有一事困惑。有话直说。父皇，儿臣困惑，矿盐一事所谓笼络民心，可沈臣交由我们来处理，不仅当个甩手掌柜，还要以商号为沈商矿盐进行售卖，那岂不是这天下民心皆归他所有？陛下，7成利益和天下民心相比，微不足道。民心才是国本，钱财不过是细枝末节。你们当真以为朕会循规蹈矩，按照沈臣那小子的规定替他卖盐？父皇，你这是要毁约？非也，朕按约定卖矿盐，以商号为沈商矿盐进行售卖，而官府也可同时售卖矿盐，只需价格比沈臣的沈商矿盐略低即可。陛下，妙啊！如此一来，天下百姓只会选择官府矿盐，至于沈商矿盐，将无人问津。到时候，朕再以朝廷名义施压，分利时再克扣一部分，他沈臣只能吃哑巴亏，再借机把他的火器、甲胄图纸全弄过来。不错，就这么办。沈臣，姜还是老的辣，你这次怕是要栽在父皇手里了。老大，是严厉从中州传回的消息。总算来了，不错。陆清演技到位，加上张万才几人嚣张跋扈，免死金牌酒的名头已经传遍大江南北。哼，这群贪官奸臣一个个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立刻飞鸽传书，命各地有缘酒楼重新开业，每日只售卖5坛，竞价出售，价高者得。是。老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灵州城传来消息，有人凭免死金牌酒让铁面御史陆清手握证据，却主动撤兵。这酒真能保命？何止保命，持有此酒，如同面见圣上，
谁也不敢动咱们。那赶紧派人去买呀！不知为何，售卖此酒的有缘酒楼接连好几日关门停业，他处根本买不到啊！这可如何是好？老爷，大喜！中州有缘酒楼重新开张，正在卖您要的免死金牌酒。好，好，好！天无绝人之路啊！立刻带上全部家财，这酒我买定了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喽！祖传佳酿美酒，有缘酒楼卖酒只卖有缘人。这些酒本官全要了。对不住，本店每日仅收5坛，竞价购买，价高者得。竞价好，我出500两一坛，5坛我全包了。500两就想拿下，简直笑话！我出1000两一坛，我出黄金100两一坛，黄金1000两一坛。还是老大高明，一坛酒就让这群贪官狗咬狗，自相残杀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说来。民间有人假借陛下威名，售卖所谓御赐美酒，哄抬天价，扰乱市面。哦，既然谁都知道那是假酒，定然卖不出去，不过是市斤计量罢了。若是卖得出去，又如何呢？可此酒售价天价，却仍有无数人争相抢购。明知是假酒，还愿花天价购买，天下竟有这等事！因此酒借陛下之名买酒之人，或是听信此酒为皇帝御赐之酒，才愿天价购买。此举是对陛下的长养尊敬，当真是有趣。只因中养朕，就舍得天价买假酒，这合理吗？臣也不知是为何。陛下，有缘酒楼当家人呈上花名册。有缘酒楼，陛下。正是这家酒楼假借陛下名义卖假酒。哦，以朕之名卖假酒，竟还敢主动出面，他这是在挑衅朕吗？将花名册呈上来，朕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胆子。臣到底想干什么？这花名册不好，中计了。灵州城县令张万才、刘富贵、赵德禄7月初7于灵州城有缘酒楼花白银300两购一坛免死金牌酒。中州知府林伯学、知县高举、知县贾中和7月12于中州有缘酒楼花黄金1000两购一坛免死金牌酒。江南知府戚金7月15于江南有缘酒楼花黄金5000两购一坛免死金牌酒。啊！天价买酒，这是巨贪呐！原来如此，这根本不是免死金牌，是催命符，是阎罗令。堂堂朝廷官员，一年俸禄不到100两白银，竟1掷千金买酒，这些钱全都是民脂民膏。诸位爱卿，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一夜10人，整整20夜，全是拿天价买酒的贪官，简直不成体统，丧心病狂。小鱼，臣在。持此名册，将榜上之人全部缉拿归案，抄家不放，株连问责。臣遵旨。呵呵，有缘酒楼当家人借朕之名卖假酒，此酒被这群贪官奸臣误认为是免死金牌酒，以为持有此酒就可免于一死。他以此敛财，敛的是不义之财，再将买酒之人记录在花名册上交朝廷，让天下奸佞无处遁形。此计环环相扣，滴水不漏。陛下，此人是天下奇才，是国之栋梁。大周得此能人，实乃天佑大周。哼，你们都是大周的清官好官，怎么也学会了这套阿谀奉承？你们连一个小小的酒楼当家人都不如。臣等有罪，臣等有愧于陛下，退朝。
哦，免死金牌成了催命符，好计，真是好计。主子，要不要查清有缘酒楼沈晨的底细？不必，此子绝非寻常人物，现在不可打草惊蛇。是，现在最关键的是那些被抄家流放的罪臣家眷，你立刻带人前往各地暗中接济他们。这些人满腹怨恨，只要利用得当，就是一支复仇的死士。属下遵命。老大，花名册已经上交朝廷。接下来，且看这天下风起云涌。什么？一夜10人，足足有20夜，将近200人全部暴露无遗。这免死金牌非但免不了一死，反而成了夺命符，这怎么可能？原来如此，陆清巡查灵州城，分明就是在演戏，演一场能将所有人都糊弄在鼓里的戏。可这沈晨凭什么能让陆清配合他演这场戏啊？难道他背后之人真是那位？并非那位，此计或是陛下在背后主导。你确定？我在朝堂上刚提起沈晨借皇上之名卖假酒，陛下立刻顺水推舟。当花名册出现后，皇上在朝堂上便高赞沈晨，表面上是借皇上之名卖假酒，实则是引蛇出洞，让一众贪官奸臣无处遁作。如此看来，陛下早就知道圈套。不错，那沈晨是皇帝的人。父亲，名册里有不少是我们的人，现在怎么办？一群废物，贪生怕死，自寻死路。找机会，全部封口。是。矿岩，爷爷，出什么事了？市面上突然涌出大批精致矿岩，无毒无害，一斗只要5文钱。5文钱且无毒无害，这怎么可能？售卖矿岩的商贩，商号为沈商矿岩。沈商？除了沈晨，还能有谁？怎么又是他？这个沈晨绝对是陛下的棋子。先是征明赈灾，接着除尽贪官奸臣，现在又断严令，这是要对我们勋贵世家斩尽杀绝。还不可定论，沈晨未必是皇帝的人，他们更像互相利用。侍御史陆清奉陛下之命除奸反腐，张万才、刘富贵、赵德禄速出来认罪伏法。这该死的陆清，真是扫老子的兴！他该不会以为我们将免死金牌酒喝了吧？哼，有酒在手，他敢动我们一根手指头，找死！陆清，你眼瞎了！这酒乃是陛下御赐，陛下曾言要与天下群臣共饮，你敢对我们动手？陛下御赐，那又如何？你听不懂人话，见此就如见陛下，你敢忤逆圣业？哼，愚蠢至极！全都拿下！陆清，你敢见此酒如见陛下？你这是忤逆陛下，诛九族的大罪！你若现在撤兵，我们可以放你一马，饶你不死。死到临头还在痴心妄想，本官让你们死个明白！这所谓的免死金牌酒，根本就是陛下设下的圈套。此计名为请君入瓮，瓮中捉鳖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陆清，你在吓唬我们，对不对？侍御史陆清奉陛下圣旨，将贪官张万才、刘富贵、赵德禄缉拿归案，从严查办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认罪，我认罪！陆大人，求您网开一面，饶我一条狗命！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有这免死金牌酒在手，整个中州，你我3人尽可横着走。今日找2位，就是商议后续合作，共分民脂民膏。大人英明，有这酒护身，朝廷再大的官也奈我们不得。合作可以，但大人得拿出诚意，不能独吞好处。高枕无忧，我看你们是死到临头还不知。你是谁？敢闯林大人府邸，活腻歪了！你是镇国将军李九五，镇国将军，认出来就行。正好我也无需动手，不如你们束手就擒吧。你这是何意？我奉陛下之命，前来将你们3人缉拿归案，
你们说我是何意？镇国大将军，你可知这是何物？啊！你怎敢？这可是陛下御赐之酒！哼，陛下御赐，笑话！尔等贪官奸臣，陛下会赐酒于你们？你胡说！这酒确实是御赐，你敢传陛下的酒，就是忤逆圣意。陛下设下此计，就是要引你们这些贪官上钩，你们竟还痴心妄想靠酒保命！来人，将这3个贪官拿下，查封府邸，抄家流放。此次中州之行干得不错，都是老大指挥的好。这连环计把那些贪官骗得团团转，竟真有人花3000两黄金买一坛酒。哟呵，出去一趟拍马屁的功夫倒是见长，以后这种活就交给你。别，老大，我错了。小老弟，你这进步也就只剩拍马屁了。本将军奉陛下之命，除奸反腐，这些贪官鱼肉百姓，今日尽数伏法，还大周境内一个清明。好，终于把这些贪官抓起来了，大快人心。老大，就是他们，这3人以黄金1000两购酒，竞拍最高价达到了3000两黄金。哦，那岂不是掏空了他们的家底？不错。老大，这人好眼熟啊！这不是李老哥吗？完了，沈晨这小子怎么会在这儿？要是让他看出破绽，可就麻烦了。李老哥，我都认出你来了，还躲什么呢？小老弟，你认错人了，本将军并非你口中之人，不得对将军无礼。哦，是我唐突了，懂，我都懂。老大，难道是我们认错人了？没想到，老丈人竟早已把手伸进军中，说不定陆青也是他的人。难怪陆青当初那么痛快就配合演戏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。哟，这不是张大人、刘大人、赵大人吗？才短短几日，怎么就落得这般狼狈下场？沈晨，都是你，是你设下的圈套害我们！我要杀了你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我的免死金牌酒好喝吗？该不会你们把它当传家之宝供奉着，连一口都没舍得喝吧？沈晨，你不得好死！哼，先想想你们当初鱼肉百姓、草菅人命时，怎么给那些枉死的百姓一个交代吧。好走，不送。有缘酒楼当家人沈晨接旨。老大，怎么办？沈晨借朕之名售卖美酒，巧设妙计，将天价购酒之贪官一一记录，呈交花名册于朝廷，助朕除尽天下奸佞，还百姓清明。朕心甚慰，特封有缘酒楼所售之酒为免死金牌酒，赏黄金1万两，钦此。草民沈晨，多谢皇上。这沈晨果然如陛下所说那般目中无人，却不可雕在于他。原来如此，沈公子是在帮陛下除贪官啊！沈晨才是我们老百姓的青天大老爷，为民除害，好样的！沈公子大义！诸位，有缘酒楼暂时停业，再次开业，免死金牌酒一定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价格。这沈晨好手段，当真好手段！他竟先下手为强，以沈商矿盐为商号，在江南大肆售卖矿盐，抢尽先机。沈商矿盐先一步打响名堂，即便父皇日后将矿盐收归官府售卖，百姓也只会记在沈晨名下。沈晨这神来之笔，父皇这一局您又失算了。这沈晨当真是百年难遇的奇才，连陛下都难以拿捏。母后有所不知，父皇栽在沈晨手里可不是1次2次，足足3次呢。哦，竟有此事，说来听听。
你们母女俩当着朕的面就这么议论朕，眼里还有朕这个皇帝吗？陛下再又如何？一次两次是运气，3次皆输，便是陛下在算计上确实不及沈晨。朕不如他，罢了罢了，算计上朕确实输他几分，但论人品，他远不及朕。哦，陛下这话可有依据？那沈晨小子一见到西月就动手动脚纠缠不休，嘴里整日念叨着要明媒正娶，非西月不娶，活脱脱一个无赖。没错，母后，他就是个登徒子，整日对我纠缠不清。朕看这小子就是欠收拾。更过分的是，前儿曾提醒他，西月已有婚约在身，你们猜他怎么说？难不成他要抢婚？抢婚？你还是小看他了。他竟敢当着朕这个大周皇帝的面说，这天下迟早是他的，一纸婚约在他眼里不过是废纸一张。还真如西月所说，这沈晨满脑子都是造反的念头。若非朕隐藏身份，潜伏在他身旁暗中观察，这大周天下怕是真要被他掀翻。可若是父皇的身份暴露，沈晨知晓自己一直被欺骗，他会做出什么事来？会不会彻底反目？不过也多亏了他，大周的内忧已然解决。如今最大的隐患便是突厥，只要有朕在，大周绝不会亡。只要他信守承诺，也绝不会贸然造反。听陛下这么一说，我倒真想见见这个既狡黠又有本事的奇人了。无妨，等旷言在天下全面铺开，局势稳定后，朕便带你去见他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沈商矿岩今日正式开业，首日特价1斗仅需3文钱。矿岩都是有毒的，你们竟敢拿来售卖牟利，就不怕害死人？对啊，矿岩又苦又毒。诸位乡亲，大家先别着急质疑，且看一看我这矿岩是不是和你们以往见过的矿岩完全不同。这盐晶莹剔透，一点杂质都没有，这真的是矿岩。不错，这就是矿岩，而且是无毒无害，可以放心食用的精致矿岩。我听说这几日江南地区也有一家沈商矿岩，1斗卖5文钱，难道……我便是沈商矿岩的当家人沈晨，江南的沈商矿岩也是我的产业。原来是沈公子，沈家矿岩的名声，我在江南的亲戚也提起过，说盐好又便宜。各位乡亲，口说无凭，大家可以先尝一尝。若是吃了我们的矿岩，有任何身体不适，我们全额赔偿，还当面赔礼道歉。我来，我替大伙试毒。若是真有毒，我第一个找你们说理。这盐漱口即化，既毫无苦涩感。真的假的？我也试试。哇！沈商矿岩今日开业特惠，1斗仅需3文钱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有缘酒楼今日重新开业，免死金牌酒今日特惠，1坛仅需10两银子。有缘酒楼终于开了，我早就尝上这除尽贪官的免死金牌酒了。这酒可是名扬天下，以前黄金1000两都买不到，现在10两就能尝一尝，太值了。诸位乡亲，想必大家都知道，这免死金牌酒曾是贪官们争抢的宝贝，最高拍出过黄金3000两1坛的天价。今日重新开业，不为牟利，只为让各位乡亲都能尝一尝这除贪美酒，1坛只要10两银子。我要1坛，给我来1坛！我全都要。明明说好要平乱世统天下，怎么走着走着就莫名其妙沉迷于挣大钱了呢？老大，李家一行人已经到门口了。来得正好，省得我去请。好剑法，这把弓可否让我看一看？你呀，夸我剑法好，实则是惦记我的弓。沈晨，这位是我的娘亲。小子沈晨，恭迎丈母娘。丈母娘？
你这孩子倒真是如西月所说，厚颜无耻，一点都不生疏。小子，我说了，我女儿西月绝不会嫁给你这个山匪。伯父说的是，山匪这个身份确实配不上西月。你小子怎么突然认怂了？不对劲，你肯定又在打什么坏主意。哈哈哈哈！知我者，老丈人也。岳父大人，请稍后。严武，将图纸拿来。是。这第一份就是西月手中那把复合弓的图纸，此弓力道惊人，可轻松破开大周最强甲胄。如此精密的构造，真是巧夺天工。若是我大周骑兵人人都配有此弓，定能所向披靡，无人能挡。这第二份是一身精致甲胄的图纸，此甲坚硬无比，可抵御大周所有最强兵刃。这甲胄与我此前见过的竟有很大不同，做工更精细，材质也更出众。不错，这是我改良过的版本，比之前的甲胄防护力更强，也更轻便。所以这2份图纸还有这甲胄复合弓，你是打算交由我李家来制造？伯父都已经把手伸进军中了，我若是再不拿出点诚意，岂不是落后了？我说的对吗，李将军？不好，沈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难道已经知道李景武的真实身份了？若是他察觉我隐藏身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了大业，家主命我潜入军中查探虚实，那日在灵州城才未能与你相认。我懂，我都懂，都是自己人，何必这么见外？对，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也是为了大局着想。我还知道，侍御史陆清也是伯父的人吧？西月，你还想瞒着我呢？我也是听从父亲的安排，不是故意要瞒你的。这可就不对了，都是自己人，这般遮遮掩掩，多生分。沈晨，言归正传，如今大周贪官已除，灾情也通过征米赈灾得到缓解，内忧已解，你还是一心要反？我曾说过，大周的内忧远不止这些。远不止这些？沈公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冬天，才是大周走向灭亡的根源。何为灭亡的根源？为何偏偏是这个冬天？时间不多了，武器装备的打造要加快。为了大业，还请伯父全力以赴。大摆宴席，恭迎伯母。是。陛下，觉得沈晨如何？皇后突然问这个，是何用意？我看西月与沈晨情投意合，或许这是一段天定良缘。皇后休要胡言，沈晨是个奇才不假，但他一心想要推翻大周，我绝不可能让西月嫁给这样一个反贼，这等同于羊入虎口。陛下，你只看到他要反，却没看到他对西月的真心，也没看到西月对他的情谊。若是两人能结缘，日后即便有变数，凡事也有挽回的余地。陛下有没有想过，若沈晨所言非虚，大周真的会在这个冬天覆灭，你让西月何去何从？男儿征战四方，生死难料，可西月是女儿身，若是真的亡国，她一个弱女子将要遭受什么？陛下难道就从未想过吗？沈晨有勇有谋，对西月又真心相待，若是能有他庇护，即便日后天下大乱，西月也能独善其身，平安一生。朕考虑考虑。精心瞄准，手臂稳住，不要慌。放。中了！我射中了！沈晨，我真的射中了！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手把手教你的。你看看你，俩小辈谈情说爱，你如此激动，至于吗？至于，我真想砍了他那只不安分的臭手，竟敢对朕的女儿动手动脚！老大，李家主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慢慢说，何事如此紧急？
灵州城所有的打造部全被齐家的人抢占了，他们来势汹汹，下手极快，我们的人根本来不及阻挡。什么？齐家？他们竟敢如此放肆，公然抢夺产业！齐家憋了这么久，总算是按耐不住，主动跳出来。沈晨，看你的样子，似乎早就预料到齐家会有此一举。不错，我早就料到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你们都以为大周的内忧已经解决，贪官除尽，灾情缓解，天下就太平了。实则不然，像齐家这样的勋贵世家，才是大周内忧最大的隐患，是啃食大周的毒瘤。欺人太甚！沈晨这小子简直欺人太甚！他卖酒售盐，短短1个月，屡次吞并我齐家产业。如今沈家产业遍布大江南北，势头早已压过我齐家。父亲，不如我们联合其他勋贵世家，从商路、货源全方位打压沈晨，绝不能让他再嚣张下去。晚了，一切都晚了。其他世家早已空有其名，徒有其表，根本不堪一击。怎么敢与沈晨为敌？父亲，事有转机，速速说来。沈晨与江南李家交往密切，孩儿查到李家暗中在灵州城布局，私自打造武器装备，规模极大。私自打造武器装备，好一个沈晨！他这是铁了心要谋反啊！父亲，沈晨贪得无厌，我们不如趁机下手，将他的打造产业全部占为己有。到时候偷天换日，用他的产业、他的图纸打造武器。即便被朝廷查处，我们也能金蝉脱壳，将谋逆的死罪全推到沈晨手上。好计策，好计策！此计天衣无缝，既能除掉沈晨，又能壮大我齐家，妙啊！而且沈晨一心扩张产业，猝不及防之下，我们抢占他的打造部，他根本来不及反应，也不敢声张。齐望、齐远、齐恒，你们3人立刻召集齐家所有人手，连夜赶往灵州城，务必将沈晨所有的打造产业全部拿下，一个不留。是。你的意思是，齐家也存有反心？不错，而且不止齐家，整个大周的勋贵世家，个个都藏着反意，只是在暗中蛰伏罢了。沈公子如此肯定，何谓见得？齐家是勋贵世家中的领头羊，实力最强，可他们偏偏不去抢旁人的产业，偏偏盯上我的打造部，这绝非偶然。会不会只是因为你这1个月吞并了齐家不少产业，他们这是在报复你？吃准了我被抢了打造产业，只能吃下这个哑巴苦亏，不敢轻举妄动，生怕暴露自己。可私自打造武器装备是诛九族的死罪啊，他们就不怕吗？他们精明得很，拿下我的打造产业后，定会闭门造车，只为齐家打造武器。若是事情败露，他们只需将此事上报朝廷，反倒能证明自己发现谋逆，主动上交，洗清自身反心。可若是让他们拿到了武器图纸，日后必成大患，这该如何是好？无妨，他们拿到的是低了好几个等级的武器装备图纸罢了。好啊，沈晨，原来你早有防备，到头来还是对我们有所忌惮。西月，你这就误会我了。真正的神兵利器，岂是一张图纸就能打造出来的？就像那2个空调和冰箱，即便我把设计图纸摆在所有人面前，整个天下也无人能打造出来，更何况是我的核心武器图纸。齐家的事就由我来处理，这天下还没人有资格占我沈晨的便宜。小雨、李景武，你们说说，齐家抢占沈晨打造产业，反意已露，朕该如何处置他们？臣认为当机立断，直接以私夺产业、意图谋逆为由，出兵铲除齐家，永绝后患。不可，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哦，为何不可？齐家势力庞大，且与其他勋贵世家似有往来，若是直接铲除齐家，必定打草惊蛇，其他勋贵世家定会立刻警觉，暗中勾结，到时候反而难以掌控。可沈晨说的对，这些勋贵世家是大周内忧最大的毒瘤，一日不除，朕便一日难以心安啊！臣有一计，若是能借用沈晨之手灭掉齐家，可谓一举多得。哦，详细说来。沈晨的酒业、盐业早已抢占各大世家的收益，世家对他早已恨之入骨。我们只需下旨将沈商矿盐列为官用，全面推行，让各大勋贵世家彻底失去盐业这块肥肉。这样一来，既让沈晨浮出水面，直面所有勋贵世家，压制他的发展，又能借他的手除掉齐家这个大隐患，同时权衡其他勋贵，坐收渔利。好计策，真是好计策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小雨，你立刻拟旨，
推行沈商矿盐为公用，越快越好。臣遵旨。老大，大事不好！大周朝廷下旨，将沈家矿盐列为官用，各大虚贵世家已经联合起来，要对我们的产业全力打压。哦，朝廷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这是明着要把我拉下水，借世家的手来制衡我。老大，事到如今，不如我们先退让一步，收缩产业，暂避锋芒，再做长远打算。退让？我沈晨的字典里就没有退让这2个字。他们既然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他们。在登上皇位之前，我不妨先做这天下第一大财主。严武、严厉，属下在，老大有何吩咐？立刻传我命令，与各地酒楼、酒馆、饭馆让利合作，将火锅全面推广，将改良后的织布机低价贱卖，敞开供应，把丝绸布料的价格打到底，让世家们的布庄彻底无利可谈。将杂交水稻、高产土豆的种子上交朝廷，推动全国种植，把粮食价格压下去，断了世家们囤积粮食、谋取暴利的路子。是，属下遵令，立刻去办。敢跟我斗，我就直接掀桌，看谁先扛死罪。这个沈晨简直是欺人太甚，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这是要赶尽杀绝啊！现如今，酒业、盐械被他垄断，就连丝绸、粮食产业也被他步步紧逼。我们手里的产业全成了摆设，谁能想到，我们竟会落得这般境地？他靠着免死金牌酒收割了贪官的家产，财力雄厚的无法计算，我们根本玩不过他呀！诸位家主都在啊，看来本王来的正是时候，没打扰各位议事吧？我等拜见吴王殿下，殿下千岁千岁千岁！无需多礼，都起来吧。本王此次前来，是要与各位共谋大业。殿下，我等如今已是穷途末路，不知殿下所谓的共谋大业是指？诸位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仅凭沈晨一人，何德何能，将你们4大世家死死压制，让你们毫无还手之力？殿下的意思是，沈晨是您的人？如此其人，若是能为我所用，本王求之不得。可惜，他并非我的人。还请殿下明示，我等实在不解，为何会被沈晨逼到这般境地？本王明说吧，从始至终，你们真正面对的对手，从来都不是沈晨，而是大周的皇帝李成。这沈晨竟然是皇帝的人，我们这是被他耍得团团转啊！戚家主，当初可是你拍着胸脯说沈晨与皇帝毫无关系，让我们放心对付他，如今酿成大祸，你说怎么办？戚关山，都是你，是你害了我等4家。若不是你提议抢占沈晨的打造产业，我们也不会落得这般境地。诸位息怒，诸位息怒。倘若沈晨真的是皇帝的人，可为何我齐家抄了他的打造产业，还安然无恙，连一点风声都没有？事到如今，我也就不瞒着诸位了。自齐家拿下沈晨的打造产业后，我们就一直在暗中打造武器装备，至今已有1个多月。私自打造武器，这可是诛九族的死罪啊！可这么久以来，朝廷半点动静都没有，我齐家安然无恙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笃定沈晨并非皇帝的人，才敢放心动手啊！齐家主啊，齐家主，你可真是愚蠢至极！按照沈晨的一贯作风，睚眦必报。你占了他的便宜，抢了他的产业，他岂能忍气吞声，坐视不管？唯有一种可能，他是在借你的手，借你齐家的财力，帮他打造武器装备。他等的
就是你齐家耗尽所有资源，再将你齐家一网打尽，把你齐家的家产全部占为己有。这就是沈晨的阴谋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！我竟然亲手把齐家推向了深渊，真是愚蠢，真是愚蠢啊！你齐家从抢占沈晨打造产业的那一天起，就已经名存实亡了，只是你们自己还蒙在鼓里罢了。殿下，求殿下救我齐家，求殿下救救我们！我齐家愿效犬马之劳，绝无二心。齐家一倒，接下来就是王家、胡家、卢家，还有天下所有的勋贵世家。你们别忘了，你们每家手里都藏着不臣之心，私下囤积粮草、打造兵器，哪一样不是谋逆的死罪？殿下饶命！求殿下救我王家，我王家再也不敢有二心了。殿下，我胡家愿将全部家产都赠与殿下，只求殿下能保我胡家上下平安。我卢家也一样，愿意献出全部家产为殿人马首是瞻，求殿下保我卢家性命。很好，你们很清醒，也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。只要李成还坐在那个皇位上，你们就永远不可能赢得了沈晨，迟早都会被他一个个除掉，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。想保住你们的家业，想保住你们的性命，唯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这天下不再是李成的天下。我等愿誓死投靠殿下，祝殿下登临大位，成就大业。很好，本王在此立誓，待我登临皇位之日，便是你们四家封侯拜相之时，保你们家族兴旺，富贵无忧。我谢殿下，我等定当全力以赴，祝殿下成就大业，绝不辜负殿下厚望。主子，突厥那边回信了。真是天助我也！此计若成，这大周天下必归我所有，天下一主，指日可待。主子英明，属下愿听候主子差遣，祝主子成就大业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短短几日，突厥竟连破我漠北边境4城，烧杀抢掠。你们这群酒囊饭袋，竟无一人能想出退敌之策。陛下息怒，突厥向来只是在漠北边境骚扰，多为临时起义。可此次他们发动奇袭，动作果断，目标明确，绝非偶然。臣认为必定有内贼与突厥勾结，里应外合。那就查，给朕彻查到底，掘地3尺，也要将这个内贼查出来，以儆效尤。陛下，不好了，突厥使臣已到殿外，请求面见陛下。选，让他们进来。大周皇帝，本皇子乃突厥王子阿史那比索，此番前来，只为与你们谈和。谈和？突厥铁骑塔我边境，屠我4城，害我大周百姓，如今还敢来谈和？绝无可能！大周皇帝何必动怒？本皇子只是将谈和的条件告知于你，至于答不答应，与本皇子无关，全看你识不识时务。哼，朕倒要听听你们有什么痴心妄想的条件。很简单，第一，大周需将漠北境内13座城池全部割让给我突厥；第二，需选一名大周公主送至突厥和亲，联姻结盟。绝不可能！朕宁可与突厥决一死战，也绝不会割城送公主和亲，受此奇耻大辱。哼哼，本公子已经将条件传达完毕，你答不答应，后果自负。区区突厥竟敢如此嚣张，不将朕，不将我大周放在眼里，还敢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，要朕割城和亲。朕自登基以来，还从未受过这种窝囊气。尔等速速献计，朕要亲率大军，将这突厥贼子千刀万剐，踏平他们的老巢。陛下息怒，如今我大周刚除尽贪官奸臣，各地赈灾初见成效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国力尚未完全恢复。先割城和亲，虽是妥协，却也是养精蓄锐、暂避锋芒的关键啊！陛下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待国力强盛，再北伐突厥，必能一雪前耻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朕养你们这群大臣，就是让你们劝朕妥协受辱的吗？朕要你们有何用？退朝！
陛下，末将愿立下军令状，亲率大军出征，定将突厥贼子击退，收复失地，以雪今日之辱。将突厥击退并非难事，可一时击退，无法永绝后患。他们迟早还会卷土重来，骚扰我大周边境，残害我大周百姓。朕要做的不是击退，是北伐，是彻底歼灭突厥，永绝边境之患。父皇，女儿听说了，突厥要让大周送公主和亲，女儿不要去，女儿不要联姻，女儿只想陪在父皇身边。悠然，别怕，有父皇在，朕绝不会将你送入突厥贼子手中，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，你且放心。父皇，若是实在没有办法，西月愿替悠然出嫁，前往突厥和亲。胡闹！朕的女儿个个金枝玉叶，绝不可能用来联姻和亲，绝不可能用你们的幸福去换所谓的和平。此事休要再提。入秋了，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吃个饭，可伯父因何事这般愁眉苦脸？沈臣，你有所不知，突厥连破漠北边境4城，我李家在漠北的所有产业全被他们抢占一空，损失不计其数。事发突然，损失在所难免。沈臣，你是不是一直在等？等的就是突厥进攻大周？是，也不是。我曾说过，这天下是华夏的天下，这天下的子民是华夏的子民。我之所以等大周王后而返，是为了不伤及华夏子民，就不可能任由突厥残害华夏子民。可这天下还是大周的天下，我若起兵攻打突厥，就算我的出发点是好，也会与大周全面对立。如此一来，即便我登上皇位，也是从大周手中抢下来，并非顺理成章，天命所归。所以，你是在等大周与突厥全面开战，大周不敌突厥后，再起兵救天下于危难之际。不错。楼下何事这般吵闹？突厥使臣阿史那比索带着随从在楼下闹事，还动手打了百姓。将窗户打开。该死的刁民！你们可知，你们的皇上即将把这灵州城割给突厥，就连你们的公主也要送到突厥联姻和亲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在胡说！哼！漠北边境被我突厥连破4城，你们的皇帝早就被吓傻了，定会以割城联姻的方式谈和。再过几日，就连你们的公主都要送到突厥给本皇子当妾。连破4城，怎么会这样？本皇子知道你们大周子民痛恨我突厥。这些年，我突厥祸乱大家边境，民不聊生，而大周皇帝选择忍气吞声，就是惧怕我突厥大军压境。你们崇敬的皇帝，说白了就是个贪生怕死的主。哈哈哈哈！有什么这样？你们信或不信，结果都一样。大周若是不与我突厥谈和，那我突厥也会杀进大周。哈哈哈哈哈！届时，你们都将永世为奴。还不提前给你的主人跪下磕头认错！沈臣不可！沈臣不可！二王子，二王子，是谁？竟敢杀害我突厥二王子！有种出来！是我，将他的尸体抬走，回去告诉你们的可汗，把他的项上人头准备好。我沈臣不日便会亲自去取。大周敢杀我突厥二皇子，我突厥绝不轻饶！你们就等着我突厥大军压境吧！杀得好，太解气了！这突厥贼子早就该杀了。沈公子威武，都让参军跟着沈公子杀突厥，护我大周！参军杀突厥，参军杀突厥！一个跳梁小丑也敢在灵州城撒野，扰了我的兴致。这就是西岳曾说过的火气，一瞬之间击杀敌人，让人防不胜防。若是大周将士能只有此火气，区区突厥何惧之有？问题解决了，吃饭吃饭。沈臣，你怎么能就这么杀了突厥的二皇子？
甚至还让随从将他的尸体带回去。一个小小的突厥二皇子，杀了就杀了，有何不妥？你这么做，突厥定会与大周开战。哼，我这是在替大周皇帝做选择。突厥都骑在他脸上拉屎撒尿了，他竟然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我看这大周皇帝就是打算割地联姻谈和。大周绝不可能割地给突厥，也不可能与突厥联姻谈和。伯父，你说了可不算。倘若大周皇帝真能有如此魄力，为何不趁着突厥内乱北伐呢？反而被突厥连破4城。北伐岂是口头上说的简单？纵然突厥内乱，大周难以全胜。若仓卒进军，即便小胜，也没有丝毫意义，只能让突厥可汗引起警觉，远遁漠北。若是联合薛延夺共伐，突厥可汗何处遁逃？沈臣，你难道不知薛延夺乃突厥属国吗？大周不敢贸然出兵，还有一个原因，便是因为薛延夺日益强大，北伐突厥，薛延夺必定坐山观虎斗，以黄雀身份分一杯羹。若是邀约薛延夺同盟，北伐之时，薛延夺背信弃义，并将消息泄露突厥，让突厥有所防备，想要取胜只会难上加难，甚至大周惨败。你无话可说了吧？还好大周皇帝身边没有你们3人出谋划策，否则只会加快大周衰亡。哼！倘若薛延夺与突厥有仇怨呢？哼！倘若薛延夺与突厥有仇怨呢？沈臣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何以见得薛延夺与突厥有仇怨？他们明明是从属关系。伯父常年经商，涉足各行各业，难道会不知道，一张上等狼皮在薛延夺境内只需5贯钱，运到灵州城却要卖到50贯，如今更是涨到了80贯。我自然知晓此事，只是从未深究其中缘由。凡是经过突厥境内的薛延陀商队，都要缴纳高额关税。一张50贯的狼皮，突厥就要抽走30贯，相当于薛延陀百姓辛苦狩猎，大半收益都被突厥抢走。不止如此，灵州城的茶叶1斤只需3贯，运到突厥境内就涨到10贯，而突厥转手卖给薛延陀，竟要卖到20贯。薛延陀常年被突厥肆意剥削，层层加价，百姓苦不堪言。这便是导致突厥内乱的间接原因。毛皮、茶叶尚且如此，其他物资更是被突厥压榨。薛延陀百姓日积月累的怨气，能不与突厥结下深仇大恨？若大周与薛延陀达成联盟，共伐突厥，绝对有90%胜算。就算如此，大周北伐也必然惨败，动摇根基的惨败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为何不可能？只要大周与薛延陀达成联盟，南北夹击，突厥必定无处遁逃，何来惨败？倘若北伐之时，漠北大寒呢？漠北大寒？漠北入秋下雪，狼皮产量大涨，价格却也跟着骤涨。只有一个种可能，那便是大寒将至。入秋下雪死牛羊，漠北的狼猎杀牛羊过冬，薛延夺更吃不饱，只能抢。突厥被抢肯定忍不了，你抢我，我抢你，狗咬狗。大寒将至，大周又欲北伐，突厥内乱又与薛延陀纷争不断，种种原因结合起来，才导致狼皮价格暴涨。我之所以说大周北伐惨败，最大原因便是大周皇帝优柔寡断，定会延误北伐良机。一旦漠北大寒，北伐将毫无胜算，大周惨败已成定局。即便现如今大周内忧已得以缓解，但只要北伐惨败，大周必定灭亡。大周惨败后，突厥势必与薛延陀联合，全力进攻大周。不错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。伯父，你看看，你又把话题引到这上面来，结果呢？
我长篇大论，你又不开心了。伯父，你看看，你又把话题引到这上面来，结果呢？我长篇大论，你又不开心了。朕决定了，要御驾亲征，北伐突厥。陛下三思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漠北大寒将至，北伐凶险万分。您乃九五之尊，岂能亲涉险境？陛下，北伐一事事关重大，需从长计议，遴选良将，筹备粮草，万万不可仓促决定啊！朕意已决，无需多言。突厥欺我大周太甚，杀我百姓，占我城池，朕岂能坐视不管？朕要北伐突厥，永绝边境后患，不做束手待毙的守城之君。倘若这是陛下深思熟虑后的决定，妾必全力支持。打理好后宫，为陛下稳固后方，静待陛下凯旋。女儿也是如此，全力支持父皇。愿父皇旗开得胜，早日平定突厥，平安归来。好，哈哈哈！不愧是朕的亲人。3日后，朕将昭告天下，亲率大军御驾亲征，北伐突厥，踏平漠北。臣遵旨，祝陛下北伐万死不辞。沈臣，稀客，不过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怎么不欢迎我？怎么会不欢迎？只是你爹那个跟屁虫没跟来，一时还真不习惯。还不是你这个登徒子，总喜欢对我动手动脚。别忘了，那日我救了你，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。哼，说好的，明媒正娶。陪你喝一杯，求之不得。沈晨，你怎么一直给我倒酒啊？你喜欢酒，我倒酒，这叫成人之美。什么成人之美？你就是故意的。我可不是什么好人。沈晨，我信得过你，你是正人君子，坐怀不乱。古代有个书生与女子在庙里暂住，同睡一张床上，女子在2人之中放了一条被子，以此为戒，并写了张纸条，过界者禽兽也。第2天醒来，书生果然没有越界，你觉得如何？此书生是个正人君子。错，此乃禽兽不如也。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今夜我就要做一回禽兽。今夜我就要做一回禽兽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一夜未归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成何体统？陛下息怒，西岳与沈臣情投意合，并非一时冲动。沈臣为人正直，重情重义，定会好好待西岳，何不成全他们这段良缘？朕此次御驾亲征北伐，虽有胜算，却也难保不会有不测。朕这一去，不知能否平安归来。西岳的终身大事，朕不能再拖延。陛下北伐定能成功。朕也知道沈臣是个可靠之人，既然他与西岳情投意合，朕便成全他们。陛下想通了，定能一切顺利。朕要在出征前看着西岳成婚，了却这桩心事，也能安心北伐，永绝突厥后患。正好出征前喝上一杯喜酒。喜酒如此急切，朕怕这会成为一生的遗憾。那就依陛下的。沈臣，父皇即将北伐，你与父皇立场不同，倘若日后兵刃相犯，你会不会因为我而手下留情？沈臣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唉，老丈人还是来了。快起来，穿好衣服。沈臣，昨晚你们2个……伯父，我与西岳已有夫妻之实，还请伯父将西岳嫁给我。你们！
沈晨，我是为了你与西月的婚约而来。伯母这是同意了，可伯父，哼，你都先斩后奏了，还需要征得我的同意？爹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与西月情投意合，成全良缘。我答应过西月，要对西月明媒正娶。我选个好日子，就向李家提亲。提亲就不用了，你们明日便成婚吧。明日？父皇这是想在出征前喝上我和沈晨的喜酒，这会不会太唐突了？从简即可，我只希望我女儿过得好，过得幸福。那就依伯父伯母所说，明日便成婚。那就依伯父伯母所说，明日便成婚。乡亲们，劳驾让一让，今日我沈晨成婚，可不能耽误了吉时。新郎官这么急，是怕新娘子跑了。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朕终究还是毁约了。陛下，臣心悦诚服。沈晨乃当世奇才，西月嫁他是天作之合，臣不敢有怨。那就让你儿子萧齐多和悠然走动走动。臣谢陛下隆恩。陛下，也请为臣儿李宗文赐一门良缘。滚！朕不是媒婆。岳父岳母在上，女婿沈晨前来迎娶西月。好，我把女儿交给你了，你若负她，我绝不饶你。快起来吧，今日是大喜之日。寨主哥哥娶媳妇了，我们要有小寨主了！恭喜寨主，贺喜寨主，祝寨主与夫人百年好合。请新郎官向岳父岳母敬酒。岳父大人，请喝酒。好女婿，沈晨，朕的西月就交给你了。岳母大人，请喝酒。好。请新郎官祝新娘向父亲母亲敬酒。父亲，请喝酒。西月，为父喝了你和沈晨的喜酒，一事无憾。父亲定会如愿以偿。这是出了什么事了？母亲，请喝酒。乖女儿，乖女儿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夫君，今后无论发生什么，万事以和为贵。好，我都听娘子的。好，我都听娘子的。突厥罪责有三：其一，背弃盟约，屡犯我大周疆土，杀我军民；其二，攻破漠北4城，屠戮无辜，血流成河；其三，辱我邀月公主，至今下落不明，欺君罔上，罪无可赦。朕今日御驾亲征，北伐突厥，不灭突厥，誓不还朝。吾皇威武，北伐必胜。老大，大周皇帝突然发布北伐檄文，昭告天下，御驾亲征突厥。御驾亲征，没想到这位守成皇帝竟也有如此魄力。夫君，你看此战胜算几何？若能赶在漠北大汗之前与薛延夺合兵夹击，本可大胜。只可惜时机不对，薛延夺与突厥尚未彻底反目，随时可能临阵倒戈。千万不要出事！演武严厉，点其精锐，悄悄随军北上。若大周皇帝胜，我便助他扫平余孽；若他战死，我便替他复仇，接替他北伐突厥，就此执掌天下。遵命。刚成婚便要别离，是我委屈你了。夫君以天下为重，我在家中等你平安归来。等我。好，很好。李成竟敢御驾亲征，那本王就让他有去无回。殿下洪福齐天，这是天赐良机，大业可成。恭贺吴王殿下，大业将成。传令下去，集结所有私兵，
悄悄尾随北伐军，待时机一到，与突厥薛延陀三面合围，把李成和他的大军一网打尽。遵令。陛下，大喜！薛延陀首领已答应结盟，愿与我军共伐突厥。好，天助我大周！此番南北夹击，定叫突厥可汗插翅难飞。此战必胜！突厥乌合之众不堪一击，将士们乘胜追击！陛下，有了沈臣的复合弓和精甲，我军所向披靡，突厥刀枪难入我军分毫。此等装备，我大周铁骑可横扫漠北。陛下威武！陛下威武！陛下威武！陛下，大事不好！我军后方出现3万大军，来路不明。3万之众，何处来的军队？定是沈臣那小子，嘴上仁义道德，背地里阴险狡诈，果然要落井下石。护驾，快护住陛下！薛延陀，你们竟敢背信弃义！大周皇帝，你太天真了！今日就是你的葬身之地，这可是我等为你布下的天罗地网。原来如此，你假意与我大周结盟，实则暗中与突厥里应外合。不止如此，还有本王。李福，后方兵马是你部署的？皇兄现在才明白，太晚了。你身为大周王爷，竟敢勾结异族，叛国弑君！勾结？我这是顺天应人。皇兄，放下武器投降，我可留你全尸。废话少说，3军合围，将他们全部斩杀！全军结阵，向外突围，保护陛下向西撤离！哦，好像出了点变故。老大，是薛延陀的人在追杀大周军队。假结盟，真围剿。薛延陀早跟突厥串通好了，以此围剿大周北伐军。不对，还有一队人马，甲胄兵器全是大周志士，是内奸。大周有人勾结异族，要叛国弑君。3面合围，插翅难逃。陛下，李成，你已无处可逃，束手就擒吧！守城之君偏要御驾亲征，自寻死路。北伐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！老大，我怎么看着大周皇帝越看越眼熟？我也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。西岳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此番北伐，是朕失算了。陛下，一定还有转机，不能就此放弃啊！末将拼死护陛下突围，杀开一条血路。突围？痴心妄想！你们今天全都得死在这儿！谁敢偷袭本王？西岳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老大，真是大嫂！老大，现在怎么办？全军听令，随我杀过去！西岳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快离开！这小美人我喜欢，切记留她一命。本可汗要好好宠幸她。我乃大周邀月公主，太子援军即刻就到，诸位将士再撑1个时辰。原来你就是大周的邀月公主，果然是倾国倾城。本天可汗这就将你活捉过来。怎么回事？
这是什么声音？后方来人了！大周的援军竟来得如此之快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到底是谁？管他的，这小美人儿，本天可汗要定了！你是谁？我的娘子，你也敢动？夫君，你来了。陛下，我们有救了！有沈晨在，足以扭转局势。没想到，朕竟会以这样的方式在沈晨面前暴露身份。小老哥，李老哥，好巧啊！我是该称呼你为伯父，还是岳父？亦或者是大周皇帝？沈晨，原本一开始只是个误会，我多次想向你解释，可你一心要反，我怕向你表明身份，你和父皇便会兵刃相向，而父皇也不愿与你为敌，只能再三隐瞒。沈晨，朕有愧于你呀！呵呵，原来你就是沈晨。正是。既然你我目标一致，不如联手，平分天下。平分天下，你还不够格。那若本王将大周皇室满门抄斩，够不够格？杀尽大周皇室，确实是个好计策。可惜你失算了。本王失算了？何来这一说法？因为大周皇室也包括我。你这是何意？他是朕的女婿，大周驸马。女婿？没办法，我稀里糊涂就成了大周的驸马爷。原来如此，不过也好。那本王就将你们一网打尽，这大周江山唾手可得。全军听令，杀！一个不留！杀！杀！严武严厉，在！火炮阵营破阵！这是何物？一炮之威竟如此恐怖！一炮破阵，无人可挡。若我军早有此利器，何惧突厥？冲！都给我冲！进战杀了他们！步枪阵营冲锋！这又是何物？你们使的是什么妖术？原来这才是沈晨一直藏着的大杀器。我终于明白夫君曾说过的降维打击是何意了。降维打击，好一个降维打击！瞬息之间扭转局势，我也不如沈晨啊！不好，快撤，快撤！全军后撤，全军后撤！所有人都给本王冲过去，不能撤！全军出击！除放下武器投降者，一个不留！不可能！李福死了，百丈之外，一击毙命。搞定，收工。
我沈晨运朝帷幄，算计天下，却不曾想到头来竟是个小丑，被你这大周皇帝耍得团团转。沈晨，这天下你想要你就拿去。岳父，您舍得吗？舍不舍得不是我说了算，而是你说了算。那我就……恭喜宿主完成平乱世一统天下主线任务。原来不用当皇帝也能完成任务。穿越古今通道已经开启，通道地点为山寨主屋。穿越古今的通道，所以我这是能回到现代了。当皇帝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操心比牛多，这活谁爱干谁干。能来回穿越，倒一倒就能财富自由，那谁还愿意当牛马皇帝啊？夫君，你不是要做天下之主吗？怎么突然就改变主意了？想知道答案？是因为我？是，也不是。你先跟我回家。岳父，你还是这大周的皇帝，收尾的工作就交给你了。这沈晨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猜不透，看不穿。既然他不想要这天下，那朕就勉为其难，继续当这个皇帝。沈晨，我们一路急奔，所谓何事啊？闭上眼睛，我给你一个惊喜。想必这就是穿越通道了。这是哪里？这就是我那遥远的故乡。欢迎来到21世纪的华夏。21世纪的华夏，美如仙境。沈晨，滚出来，还钱！